喂，喂，大家好，大家下午好。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好的，呃，我们再等个，看一下有没有人来齐哈。稍微再等一等哈，麻烦大家等一等啊，我再等，等个差不多5分钟吧，好吧？大家准备一下，这个你要准备一下。呃，我这边会发送一个场景文件，大家可以打开看看。
在那个我们的会议聊天室里面大家可以看看我发现你发了一个橱柜的 XDB 文件，大家有看到的话可以回复我一个一。嗯，将那个橱柜的 XDB 文件下载之后保存到电脑里。呃后面来的朋友，我们可以看看聊天，在家会议室里面告诉后面来的朋友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有这个文件哈。现在已经下载好这个文件的人呢，我们打开我们的 K20之后我们打开本地，在文件打开本地这里啊、我们要导入我们现在这个文件，导入我们现在我刚刚给你们的这个文件，那个橱柜的 XDB 文件我这边是导入完了。导入完成之后呢，我们的 K20就会出现一个场景，这边是我们今天我们首先要见到第一个场景，我们将会在这个场景里展开渲染全景图的一些讲解。呃，我们啊、我们打开之后呢，啊、我这边等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场景，我把它录制为了视频，并且上传到了我们的原方 YouTube 上面，大家可以后续在上面看看。同时呢，我也把这个视频拿来作为一个先花个30分钟，将这个场景做一个讲解。我们先讲一讲这个场景如何搭建，搭建完之后我们将会进入那个渲染界面，来继续进行那个的渲染和全景图的讲解。首先，我们进行这个场景讲解，因为我已经给到了大家的这个场景，所以说现在大家已经完全不用自己去搭建了，你只需要跟着我看着这个视频来讲解就好了。好的。这个我会附带有英文的字幕。首先，我们打开 K20之后，我们进入那个划线的界面，户型啊，划线建墙。划线墙这里是比较一个清晰的建墙模式，相较于其他的支流和动画环境，这个划线建墙是比较的啊准确一点的，所以我们使用这个划线建墙比较快速简洁一点。使用划线工具，然后我们依次在这里画出一个大致的形状，而在这里的具体的参数呢，大家可以看看，大家可以看看是300的300。
6板和4板2000的深，所以一个大致的这一个 L 型的一个橱柜对吧？不 L 型的厨房啊，我们画完之后直接点击生成墙体，就是很快速的直接能够生成墙体，这是一个户型基本的构建。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嗯对它的呃高啊、窗户啊、它的橱窗的类型啊，我们先把它定义好之后，现在开始安装它的门窗。首先我们安装那个推拉门，推拉门在左边，同时我们也设置好它的参数，宽度是1300啊，高度是2200，大家跟着我看那个视频就好了。我让这视频讲解之后，教会大家这个目前这个场景的一个简单搭建，然后安装一个矩形窗，矩形窗的宽度也是跟着设置好。同时，我们点击这个场景的小窗口，也是可以快速调节它的位置的。目前是采取一个居中的一个摆放。然后下一步呢，我们进入那个3D 的界面之后，会发现这个窗户的模型呢，呃，进入左下角这个3D 的界面之后，3D 的模式之后会发现这个窗户呢和这个门窗的模型，这个门和窗的模型呢，我们觉得不是那么精致，可以点击这个门和窗，对，在它那个产品库里面进行替换。点击门，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一个工具栏，我现在这里是放大了的然后点击这个替换按钮，可以进入到这个门，目前是门嘛，推拉门嘛，我们进入推拉门的产品库里面，我们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产品进行替换，点选就直接可以自动替换了。同样的，我们那个窗户也是这样，点击替换，然后点击一个满意的窗户，选择之后自动替换了。我们下一步呢，就是呃，我们下一步呢就是铺设瓷砖和设计那个天花。我们铺设瓷砖一般你们可能是点击 K20的那个瓷砖入口，点击瓷砖入口，像这个比较快捷的呢，就是直接可以点击地板砖，点击这个地板，点击地板，然后就会自动出现这个工具栏，会看到这个铺设铺贴，会直接进去，是比较一个快捷的入口。然后点击铺设之后，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对于我们要铺设瓷砖，首先我们第一步一定要记住的是，我们先要为我们的铺设瓷砖的区域设置一个铺设方案，铺设方案，这样我们才能铺设我们软件里面所带的产品，瓷砖产品。首先我们在左边看到一个铺法方案，这里会看到地面、墙面、木地板淋浴室这些铺设方案。我们点击进去之后，选择一个方案。目前我是选择的连续直铺这个比较普遍的方案，就是差不多矩形的直接铺设嘛。然后我在瓷砖产品里面选择一个合适的瓷砖进行铺设。铺设好之后，我们直接保存回去，我们可以看到很快速的。现在没有，我们就是来铺设墙面。墙面同样不仅地面可以铺设，墙面我们也是可以铺设的，也是同样的步骤，但只不过是我们选择搬砖指铺，墙，然后产品的话我们选择墙砖。
啊，这是我们在那个搜索栏里面可以直接搜索到自己想要的产品，像我这里就直接记住了这个西装的产品，以后你也后续设计的过程中也可以适当的记住一些比较中意的颜色的产品，这样就比较快速一点。你看我们点选那个界面啦，先看一下，可以接着讲。刚才出现瓷砖点击的界面了这是因为我们一开始铺设的方案它的形状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对吧？就是一个这样的形状，它的目前默认的瓷砖的大概是200、100吧，这个大概是吧？然后呢，你选择一个新的瓷砖之后瓷砖产品铺设上去之后，它就给你提示新产品和原瓷砖的规格不同，要采用哪种尺寸规格。如果你是按旧规格的话，它会默认你现在这种方案，现在默认这种方案的规格。但如果你是想要使用你这个产品原本的规格的话，你就点这个新规格，然后它整个产品就是按你这个原本的就按照你目前选这个新产品的规格，然后呢根据你原本的铺设方案来铺设，然后我们保存恢复之后，这只是铺面的一面墙因为我们这边有4面墙嘛，对吧？我们一个快捷键，直接点应用全部的话，就首先点击这个墙面，然后点击应用全部，基本上四面墙全部自动铺设，这是一个比较快捷的呃小技巧。然后下一个就是设计天花，呃，下一步我们是设计天花，对于天花我们也是一样，点击天花这个区域，就会出现一个小工具栏，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天花设计。天花设计呢也是一样，点进去就会进入一个新的界面，这也是一个比较快捷的操作方式，相较于原本的天花的入口。然后这里呢，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在这个 L 型的区域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天花板，所以它这个凸出来的一个小区域，我们使用一个石膏板把它封住。封住的话，这里封住的话，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这个矩形区域，这样就会比较的好铺设我们的天花。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完整的矩形区域。我们这里用石膏板封住之后，同样的，因为我们预计会，我们一开始我们会安排我们自己的柜子的走向嘛，对吧？我这边原本预定的就是在这里会安装一批 L 型的呃柜体，L 型的地柜，然后上面这边呢会安装一排的吊柜，所以呢，我在这里再用一个石膏板封住，石膏板一个300的高度封住，然后获得一个中间一个小区域的矩形。我们点击了这个天花之后，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个下层，下层的意思就是这个你天花板到你这个天花模型的这个整体的高度，就是300，或者你就可以理解为天花下层 sink。然后这边是没有的，所以它是零嘛，是吧？没有，它会默认就是零。然后我们找一款主要的天花产品，我这里面是找了一个回形天花，然后我记住它的产品型号了，它的产品型号，然后会轻奢回形，对，然后这里一样的比较快捷，画成一个矩形之后，修改它的下沉高度，然后所有的下沉高度一致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保存退出了。在那边看到一个
比较简洁的一个回形电话。OK，我们下一步就是摆放柜体了。首先我们要摆放这个地柜，摆放地柜呢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直接在定制嘛，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里定制栏里面，定制定制栏里面，然后进去我们选择橱柜，选择橱柜之后，我们找到像一般这个橱窗嘛，像窗户这里嘛，一般我们这边一般啊，我这里就是把它摆成了一个那个新盆柜，那个新盆柜摆放在这里洗菜呀都在这里，切菜的话也差不多在这里，是这里。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灶台，可以理解为灶台柜，然后储物柜差不多在这边，这样一个走向，这边洗完这边切一个走向，这样就会比较人性化一点嘛，对吧？然后我们选的是免拉手，你可以看到二三定制二三全屋这个定制二三全屋然后下面一个免拉手嘛，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标记的，然后选择一个比较适合的柜体，一个双开门，然后设置好参数之后，我们原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视频中，这里预留了50的距离，这里是为了添加封板，加封板。封板的选的位置呢，就是定制二三全屋，然后这里有个通用板件，点击封板，下面有个封板的目录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吊柜地柜烟机的封板都是可以看到的。我们选择地柜的屏风板，然后同样的设置好它的位置，然后我们选择一个转角柜，因为这里已经是一个转角了，选个转角柜是比较跟左边的可以轻易的衔接起来，是比较好的。就因为转角会自带一个，我们这个转角会自带一个小风板嘛，对吧？同样的也是一个双开门，是一个双门的免拉地柜，设置好一个，我们这边设置好是267这个宽度的参数并没有一个很严谨的讲究，它只不过高度确实是高度要设定是是根据主人的一个就是在厨房主人的一个身高来设置嘛。我这里是简单的设置了一下，大家要根据一个厨房主人的身高来设置它的整个柜子的高度，这样的话切菜弄菜就比较，我们要按照一个人体工程学的一个设计来为它设那个位置的高度嘛。这边我们有一个就是680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设计，其实就是这样双开门的双门平开门，这里就是一个灶台柜，大家可能看到都知道我在哪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也是免拉手的地柜，然后无罩柜，无罩柜这里面可以选择，我们可以，因为它为什么这个分类呢？因为分类的话，它可以对应的安装一些不同的武器，像无罩柜一点出来的话，它后续添加配件的话，就可以添加一些软件自带的那些灶台模型，你就不用去那些在左侧这个装饰这个区域里面再去找模型安装。这你找模型安装是为了更好看嘛，对吧？如果说你不是为了更好看，就是直接快速出图的话，其实你可以直接选择个灶台柜嘛。你后续看的话，可以直接鼠标点击的话就可以快速的安装。同样的新盆柜也是，就你不需要再去点一些什么开口
给它预留一些位置啊，对吧？然后这里呢，我们摆完这个地柜之后是摆完了的。摆完地柜之后，我打算在这块区域呢又放置一个冰箱，所以我要在这里两边呢我已经预留好位置了，这个位置就是给它放冰箱嘛。然后这里放封板，两边封板，两边的封板，然后将冰箱放，然后预留出一个冰箱的位置，这是一个2002还是2002封板。同样的，这里有个线条，因为我封板放在它都到我这个地柜的线，就是地脚线还没有安装嘛，对吧？现在其实大家在我看你这里看可能会比较的杂乱，就是会点击线条了，也会安装柜体了这个可能是这个也确实是可能没有按照实际安装的这个逻辑来操作，但是呢，我们在软件里面对，就是比较方便的话，毕竟我们设计师方便的话，可以在软件里面嘛，是吧？我们可以现在就是先安装一些地位地脚，当然实际操作可能就不能这样，就不一样了，实际安装。然后我们直接点击线条之后，那个线条地脚线之后，依次点击这个封板啊地柜点击之后，然后软件就会自动给我们生成一个地脚。这里的报出了是没事的，他已经他觉得原本默认的那个材料可能不符合，他已经自动给你替换了，所以说你不用理。然后就安装台面，台面也是一样的操作，点击在这个线条造型里面点击它的台面之后，然后依次点击它的柜体，然后设找参数。让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这里看到这里可以设置风格可以看到，看到右边这些台质前挡水我们可以调节为不安装的，后挡水也可以设置不安装，都可以或者是我这里是直接为了快速直接点击了设置默认样式，黑色台面，然后台面后台面前出后伸出都是可以在这里先默认调节的，系统会自动为你生成好，就比较方便一点的。我这里就直接快速的默认的，也是比较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台面。OK，这样第一个就安装好了，然后下面我们就安装那个吊柜，吊柜也是我们可以看到，也在那个23柜嘛，对吧？23全屋免拉手吊柜里面，免拉手比较好看一点嘛，对吧？然后设置它的宽度，因为我下面这边设置的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位置下来对应的这个地柜宽度是867嘛，你可以去点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应该是867的，因为我是想如果你吊柜和这个地柜如果不是对应起来的话，不是会那么好看，对吧？所以上下两个柜子对齐的话，就会给人一种整洁的感觉。当然有的设计师他可能会有一种个人的设计思路，他可能会有一种啊不对齐，可能会另外一种设计风格当然这是看实际情况的。其实当然就是我们客户觉得哪个好看当然也确实是啊、没有没有孰优的。然后我们这上面是预留了一个100的呃底风线，所以我们在这里跟这个高左边的这个冰箱的这个区域的封板拼齐，后面也是依次的选择吊柜，这个快进一下。中间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烟机柜，烟机柜同样你可以看到左边这个橱柜
吊柜里面有个烟机柜，那就可以直接安放嘛。然后后面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的我跟它对齐之后，如果我在这里安装一个平板门的话，就会可以看到，其实也不是，就是实际应用起来可能不是那么丰富。如果你安装一个，因为你假如因为吊柜嘛，不一定全部都是平开门嘛，对吧？假如说你放一个开放柜的话，也是一个用起来也是挺舒服的，对吧？所以如果说你要在这里放一个完整的开放柜的话，但是那看起来就会很，就是你看做整体看起来就感觉这边重这边轻，对吧？就感觉不协调。然后呢，你放两个又感觉就是平分的话，又感觉也不是很协调，对吧？所以我们就放一个小一点的开放柜，小一点开放柜也是增加它的实用性。同样的我们放小一点开放柜隔开，就感觉好像有一点就像人的身上一样，装进一个小点缀一样的吊柜上。同样的这个实用性就会增加一点嘛，毕竟开放柜你也不用啊、开门嘛，对吧？直接可以跟里面可以放小东西了。你放一个小一点开放柜，这么小的一点点。同样的，你要是觉得放直接平放一个平板门，其实这里也是 OK，但是我觉得这平板门可能放这里就是太大了，一个空间直接放一个平板可能就是不够那么好看，因为跟这边的看起来这边平板就过于大了，这个区域，然后跟这边平板门就是对比起来不那么协调。然后我们这边放一个单的斜板门，计算好参数之后，选择一个左开还是右开的。然后我这里是选择的右开，你可以看到它这原本一开始是左开的，它是免拉手左开，但是你选择这个产品之后，因为它有的产品不能这样，我这个产品就可以这样，就是它有个镜像，你点击这里一个切换镜像之后，它会自动给你切换成右开，所以大家有时候在产品可以试用试一下，它有时候你找不到，有时候找不到右开和左开的时候，你可以在这里去看一下，因为它也是默认这个左开和右开，如果是一种柜体的话，默认也是放在一起的嘛，就比较的减少你这个产品看起来那么臃肿嘛，是吧？不要让人家看到，就是也是个软件设计的出于考虑吧。然后我这里是400的原因呢是它的软件里面这个看的是你这个柜体的这个顶层高和你这个整个房子的那个就是整个空间就是这个整个空间的那个顶的高度，并不是你现在目前这个天花的高度。天花现在是400嘛，现在是你天花现在下层是300嘛，然后你这里高柜的顶部到你呃房间的顶部一共是400，所以说它这里的空间到天花的之间的距离是100，所以是这么理解的。然后这里还会留着一点小缝口，是我原本设计好的一个小缝板，所以小缝板空间我们要在这里放一个小缝板。当然了，实际工作应该是可能不是像我这样摆放的，但是在软件中也等于中当然快速出图就比较好了。好了，然后这样吊柜就摆放好了，然后嗯，然后呢我们就同样的这个冰箱这里我们也要摆放个高柜，因为没有这么高的冰箱也是太离谱了，对吧？我们要摆放一个高柜在这里，然后填充一下，拉伸一下。它可能拉伸的过程中不会那么平齐的，软件中
可能它因为它在软件中，大家如果你知道一些计算机知识的话，它这个拉伸的话，它是按照一些自己设定好的就是步的间距啊，它有可能设置是两个拉或者五个拉，所以可能不会那么准确一点。所以呢，大家可以点击它，如果你发现不是很平的话，就不是平齐的话，点击这里你把它就是右边的这个区域啊，你往下拉，你往下滑的时候，就看到这个移动这个区域，左啊左就是你点击一个区域之后，你会看到一个箭头在改变。你看，我们点击了这个后面这个区域之后，发现后面会出现一个箭头，就指示着我们现在在后面输入了一个数值之后，比如说我们输入了，比如说现在我们输入20，那么目前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位置就会往后退20啊。当然，我现在也是，当然可能实际可能细微可能会有一点区别，但是出图讲的一个，对吧？当然，其实我这里是安装好了的，确实是读20。实际的可能我们需要使用一些工定制的工具嘛，一个工具可以去测量它这个两个平面之间的距离，然后来精确的呃来移动它。我这边基本上吊柜，然后地柜，呃，冰箱柜也是安装好的，这就是给它安装一个冰箱柜的框架。主要是大家可以看到它一个高柜啊，橱柜、高柜、冰箱柜这里，看到一个带顶板，然后落地冰箱柜的这里一个一个框架。设置好参数之后，是也是预先设置好了一个整体的参数，所以摆放起来比较的流畅。大家在设计过程中也是一开始可以根据整个房间设计一下整个不同的柜子的安排的参数。发现这里呢，其实可以平齐的，但我这里没有平齐。然后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要安装一些啊筋啊，或者说电器啊，或者说我们还可以，但是我们这里还没有安装这个顶风板，对吧？先安装顶风板，也是线条，左上角线条之后选择顶风板之后，依次点选这个吊柜之后，你这个因为我们的右边的这个风板已经是到顶了嘛，我们就可以不用点了，你就不用选中它了，我们只要选中这些吊柜，然后这边也是需要一个顶风板，我们先画这一边，我们同样也可能会选择全部选择起来，但是我们分开会比较美观一点。然后我们选择好之后，右边这个线条编辑这里有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其实默认是120，但我们这里预留是100，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里调节为100。然后它有一些左侧、右侧生成啊，在这里可以调节。但是一般的后车也是没有生成的嘛。这里右侧因为有风板就不用生成了。软件自动就生成一个风板，然后同样的，我们右边这个呃电器柜这边、冰箱柜这边也同样的也是一样的操作方式，我开进一下。当然，你可以发现你按照之前那个操作之后，会发现可能这里在封板的实际过程中，你会发现可能会有一些不平齐的。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这个封板，点击它，点击它之后，你会再看到又会看到一个线条编辑，会放大一下。
这里安装好了之后嘛，对吧？然后我要检查一下它的细节问题，然后会看到，我会发现它这里已经不太平齐了，我要平就会不太好看嘛，对吧？然后呢，我们就点击它，点击它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编辑，就会看到一个前缩镜还有左侧的、右侧的，我们这里只要点击前缩镜，给它输了一个负20，这里如果说你没办法判断是正20还是负20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就先输一个数，比如说你现在就输入一个二十，对吧？二十，让它看它有个方向，如果是你不太符合的方向，那就是反方向嘛，反方向那就是负数嘛，对吧？所以再接着算嘛，这个没有什么一个比较记的，就是一个用起来就会明白了。然后这边就已经大致的安装好了，但是我们这边颜色不太行，对吧？颜色还没有改变。像安装柜之后统一的改颜色也不用可能有时候是像这个软件的时候，可能是使用一个柜子再改一个颜色，那样比较太麻烦了，对吧？就是效率也不高。我们安装好柜子之后，统一的改颜色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然后柜子的颜色就是点击柜子之后点击材料替换然后柜身门板柜身门板都可以换，都在这里换的。然后我这里是柜身是点的一个黑爵木 WKL 黑爵木，然后门板的是选择了一个 A00的平板门，然后呢增绘选择好之后，这样我们一个是选择好了，但是呢，如果你再这样一个一个去点，同样的也是很麻烦。我们这有个快捷键，你点击它了之后，点击这个位置之后，出现一个工具栏，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刷子的一个图标小刷的图标，这个是我们的格式刷，格式刷呢就是可以一键替换的，但是呢，我们在点击之后还是需要你一个一个去点击，就不是那么一次性全部替换了，对吧？那也其实也不太人性化。我们点击小刷子之后，它会给你一个提示，就是左键点击物体复制，就是我们只要在点击所要的替换颜色的柜子的话，它会自动给你全部替换了，包括它的柜身门板。然后我们靠柜这边也替换一下，这些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跳过一下，好，它中间它有时候确实是有一些板，有些柜子是不能替换的。它是有几种原因的，要么是它这个平板门没有，要么就是那个材料可能没有。所以要么就是柜子类型不太符合，这是软件里面设置问题，大家也不用什么太疑惑的，是软件设置问题。我们也只需要不能选的就直接进去自己再手动选一遍，对吧？哦，对吧？它有时候因为是材料不一样，有一些不一样，它所以说系统没办法自动识别，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这里如果不能一键替换的，我们就进去改。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拉手不是很好看，对吧？直接给它换一个按弹器，然后铰链边改，按弹器在这里，然后这边呢就是要打算改一个玻璃门，因为玻璃门用起来也是比较普遍嘛，流行嘛，对，用户之间也比较喜欢。我们这里放一个对开的玻璃门，但是这个玻璃门可能大家就要注意一点，就是如果你单独的去点击这个柜子的话，你可能点不出来玻璃门。那这个我们在这个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要点击这个组件模式，左上角。你现在看的是因为是我已经点击了的。你在左上角看的话，应该是组件模式，点击之后就会变成为选择整体。你现在就已经进入到一个组件模式里面。你现在可以单独点击一个门点击一个柜子就会出现点击它的一部分，就不会出现点击它整体的感觉了。
然后目前呢，我是点击了一个门，然后会看到 A14的 A10A10A10的女皇玻璃门，有一个左门，这个 R 代表 right 嘛，右门。我们刚才是设置左门，一个一个来设置，设置左门，设置右门，是先设置左门，再设置右门，然后材质的玻璃颜色换一下，统一一下，统一一下。右面也是，因为这个右面是右开的嘛，我们就直接进去到A04玻璃门的右门，玻璃换一下。OK，这边就大概设置好了。然后丰满也是，丰满这个我们统一一下，就直接自动的点击一下，设置成那个啊、亮光至真灰嘛，对吧？这个也无可厚非，这个我们跳过一下。下一步呢，就是我们要材料设置好之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给柜子安装一些啊电器啊，比如说新盆啊、灶台啊，像我刚才说的因为这个柜子我们当时安装的时候是灶炉柜嘛，所以我们就不用去装饰里面找一些啊灶炉啊、新盆啊，让那些模型来安装了。我们直接可以就会点击这个灶台柜，然后点击配件，里面会有一个专门为灶台柜专属的一个按钮，点击这个灶炉之后就可以自动选择这些产品。这个产品是已经配置好了的可以选择一个比较中意的产品模型看起来不错的，直接点击，它自动就给安装了。那些呃是上盆还是下盆就是呃左移右移在那个配件参数里面都是可以去改的，大家可以发现一下。新盆也是一样，因为这个是新盆柜嘛，其他的普通柜子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新盆右边这边就是有个安装方式嘛，对吧？台下盆、台下柜都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同样的，那我们可以用配套的那个龙头，也可以用不用配套的，都可以修改。我们这边只是统一选择一个黑色的，它这个台面也是自动给你开口了的，你不用担心。然后现在安装的是烟机烟机就可能你要选一下了，在这个橱柜里面、电器里面、烟机这里面选一下。这个也属于配套里面的，所以随便选个模型装饰一下，对吧？我们这个配合起来比较比较整洁一点。然后呢，这样就大致是选择好了的，大致已经整个位置的一个布局呢也安装好了的，已经安装好了，下面就是安装一些比较就是不是安装了，就是摆放一些这个现在是摆放一个冰箱柜冰箱在这里。同样，我们冰箱摆完之后呢，这里呢我们可以摆放一些小器件、小物具比如说放一个挂饰然后后面出图的话会好看一点，对吧？跳过一下，这里就是摆放一个平凡冰箱模型嘛。这里肯定要注意一下，就是，sorry，这里可能要注意一下的是，就是可能啊，我们要因为这个玻璃柜嘛，对吧？我们可以让它更好看一点，就在里面放一些灯条，对吧？在里面放一个灯条，然后呢是点橱柜啊，五金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对对对对，是要点选组件，点选组件模式里面才能选择的。对对对，
组件模式下一个功能那个橱柜功能键板件里面，然后这里有一个嵌入式灯条，这个是比较安装的比较，就不用你去那个装饰里面去选择灯条来拖了，你可以直接点击之后点击这个柜子软件自动给你安装在一个设置好的位置，就比较方便一点。然后整个柜子呢，左右两侧的位置也是安装的一样的，就是一个就是入柜升多少的，然后这个入柜是升个600可能是800吧，就可能是300，这个后推，然后关门，因为你要开门才能装那个啊、灯条嘛。然后我们把这个柜子的拉手改一下，统一改成黑色的。下一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云模型，就是像装饰云模型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找一些啊电器具空调吸尘啊、水啊、壶都可以在这里找的，就是相当于摆在这里这个因为这里的一些模型比较的好看一点，就是它出图，你在这里摆也是一个它的优点吧，它出图会很好看。我是打算在这里摆放一个锅，这个看大家的个人的喜好了，就是当时你为了后续出图摆放一些小装的饰品，这边可能跳过一下这就是大致的一个摆放的小装饰品，还有柜子里面可以摆，因为它是玻璃柜嘛，摆了之后也是看得到嘛，是吧？一个灯条打上来，比较好看一点。这样就一个整体的啊、房间布局了，一个橱柜的布局了。你点击这个渲染，现在就可以再点击渲染来去渲染了。然后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渲染的过程，大家可以看一下。你进入当时的一个渲染界面之后，这里呢这个构图选1080p9，然后呢找一个比较符合的角度嘛，然后选择好之后，灯光模板都可以不用改，我们当时是简单出图，选择一个高清的，模式改一下啊，然后这边是用卷的，不用管它，直接普通渲染。然后外景呢，灯光随便选一个系统设立好的外景，直接选白色为什么选全白色呢？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你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是一个推拉门嘛，对吧？那假如说你现在看的是一个呃，就是一个单房间，那假如说你是画一个多房间的你选择刚才那个外面有风景的，可能会就是好一点。如果你像我这样一个就是个单房间，但是这里是个推拉门，明显这里推拉门是要去到另外一个房间的嘛，对吧？你再选择一个风景的话，你现在就是以这个视角来渲染的话就会比较丑一点，就你会让别人摸不着头脑。那你这个外面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你这个布局就给人有点奇怪的感觉，是吧？所以我就选白色直接咱们就不要犯错了，对吧？就选白色，就默认代表我们现在是一个单独的空间对吧？然后这里后面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些其实啊一个调节的一个步骤这里呢是一个太阳的方位
太阳的阳伏角，然后这样设置好之后，所有的灯光啊、模板啊、荧光模板窗外景一些太阳光的角度设置好之后，我们就要找一个啊比较好看的视角。嗯，为了方便我们后期再找到它，可以点击这个右下角这个相机视角这里有保存当前视角，就是你当前这个视角已经保存了，无论你拖到哪里了，你再点击这边的右边的视角一，就可以直接返回到当前的视角。我们多保存几个多保存几个，我方便后续的渲染。因为你渲染之后，因为你找到一个角度，你再点渲染可能就找不回来了，对吧？我们保存之后再点击它就算你渲染图丢了，你整个视角还在，场景还在，对吧？你再渲染的回来，对吧？我们在一个微调它的视野范围，看起来可能它刚才这边会有一点畸变就是调整了一下。然后这边是个批量渲染，我点击批量渲染就是因为保存了两张图，保存了两个视角嘛，就不用一个一个去点，我直接点个批量。假如说保存了很多的话，直接点个批量就很快速的啊。然后现在是一个全景图，全景图呢你首先你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你的相机一定要在这个房间里，那这个像你可以看到一个圆圈的这个脚印这是你的当时的一个观测点，就是你全景图你是可以看到其实像那你模拟那种 VR 嘛，对吧？VR 你可以在这个房间里是可以看到四周的360度的全部情况，但是呢你不能移动，对吧？但是你就是模仿是你站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整个房间360度的渲染情况。这个就是你当时站的位置，就是你渲染的位置。然后呢，灯光呢就是差不多，因为是刚才设置好的，但是我没设置好，那就是自己再调一下。这里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后面咱们再继续讲。直接训了之后，我们点击那个图册，就可以看到这个渲染的效果还是比较清晰的，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就是一个差不多很简单的出图，我大概花了差不多，因为我当时是录制视频嘛，差不多就是花了啊20几分钟3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简单出一个场景到流程图。假如说大家是老手的话，可能二十分钟，一个简单的小房间就布置好了，可能更快。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当时我们上午讲的 K 魔方嘛，对吧？K 魔方可以设置一些小的模板在里面直接调用出来，可能比这还更快跟一个全景图嘛一样的。渲染完之后，我们进去看这里是方面放了一个全景图，就可能外面有个风景图。好的，这个是大致的，我当时为录制的一个视频。就是我们现在即将要讲的这个位置的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sorry，呃，我好像没看到啊，
还有人吗？还有，应该还是有人吧？哦，查看。哦，这个这位同学，我刚才可能没看到。Sorry, I just can't forget to allow his people to join this meeting. Sorry. 呃 I will record this meeting uh, to video, and later you can watch a video to uh, review this meeting. 我们后面会把这个会议的视频录制下来大家可能后面会拿到一份视频来看一下。所以如果说大家没有看到这次的之前讲解的也不用担心，因为会录制一个云视频，我现在可能大家还可以复习一下。好的，因为我现在当然我刚才讲的也是主要是一个视频，稍微我共享一下我的屏幕，直接整个屏幕吧。因为我刚才讲解的是一个这样的，因为我刚才讲解的是这个视频，因为我现在是在给那些后进来的一些同学在讲，就是注意一下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个视频，这个视频是在 YouTube 上面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就是看一下一个比较简单的设计过程，也没有一个很主要的点，主要是我们现在啊简单的讲解了一下这个场景的摆放，所以也不是我们此节课的重点，也不用特别担心。好的，现在差不多讲了半个小时，我们大概休息个5分钟，我们就继续讲。现在可能在我们 YouTube 上官网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我刚刚讲的那个视频的，找一下这个 YouTube。
大家直接搜远方 CAD 的话，就可以搜到这个YouTube 的主页。像这个 KD20的也是我们另外公司的一个产品，是一个类似于 K20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设计软件。然后呢，呃，有一个这个对，就这个，这个是一个比较啊、是也是一位老师讲解的，但是这个 demo 这个 demo 是我制作的。这个 demo 可能是静音的，可能因为没有配音，但是它会有一个字幕大家可能搭配自己喜欢的音乐可以看一下。这是我刚才讲解的一个小的视频，所以没有，所以不用担心，只是对当时现在这个场景在讲解。好的，我们现在差不多休息了5分钟，我们现在讲解一下渲染界面的呃渲染这个功能模块的一个走向。先保存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可能它这个可能材质可能会有一点出入吧，等等稍微。呃，它可能会和你当时视频里看的材质可能不太一样，会有点出入，这个没什么，不影响我们啊讲解这个允许版的一个大致的一个走向，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首先，我们现在保存好这个场景之后，点击这个左侧的渲染，点击渲染，然后大家可以进入到这里其实有些灯光模组什么的软件已经自动给你设置好了。我们来左侧一个一个来讲左侧它这个鱼渲染，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光追渲染和光子渲染可以看到一些光追渲染。就如果你们
如果你有空，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仔细品味一下这两个模式的一些细微的差别光追渲染还是和光子渲染这两个的出图效果是不太一样的。像比较追求真实感一点的比较品质高一点的，可能光子渲染可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光追渲染呢是出图的比较其实你可以理解为更明亮一点，或者说啊，当然你也可以达到一个达到一个像光子这样的一个更高精度的，也是能够达到的，因为毕竟它两个都有4K 嘛，对吧？像光子这个4K 卷是比较啊，就是它要上传到服务器嘛，要消耗一些服务器的算力，这个里是要使用渲染卷的。所以天然的光追渲染也可以使用4K，这是它的一个优势点所在好的，这是两个模式。然后呢，构图比例这里，然后3:2，你看到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大致的构图的一个这个图框吧，可以这么说，图符吧，是一个比较流行普通的3:2，还有一个2:3。就2:3的话，你可以理解为现在是用手机来看。那比如说出了一些树图或者说特殊的你要去排版的，可以出2:3的，单独来特写某一块你某一块，比如说你要特写它，就感觉比较的你想要表达出你的一个什么，当时对这个空间房间你想要为客户表达的一些你的设计感你可以用这个，或者说手机的看图或者说你在某个文件那个区域可能刚好就要用竖截图，可以用这个2:3的。然后16:9的，大家也可能也知道，如果说知道一些摄影知识的话，可能知道16:9是比较偏那个就是电影感的感觉，对吧？就像我们如果出一些全屋的一个就是大致的图16:9可能就会比较美一点，当然也能看到更多的细节。当然我们后续可能你设计如果说设计的不好，可能会看到一些设计缺陷。当然16:9也有点也有坏点9:16也是跟2:3的情况类似。然后渲染精度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空闲和这个状态，这个表达的意思是呢现在这个软件的服务器就是现在用户使用的一个状况，就可能它现在可能比较繁忙的话，可能你这个4K 就用不了了，或者说只能用一些其他低精度的。但是我们如果想要用4K 的呢，对吧？或者说光子这里也是，可能光子这个角盲，对吧？你只能渲染这两个高清的和超频的，就像你有卷，你也可能也用不了，对吧？所以说空闲，我在空闲就可以随便渲染，这倒没什么。如果说当时你在渲染比较繁忙、比较脚忙，那你要用渲染比较高精度的话，你可以预约一个你可以点击这里夜间渲染，你只要点击了这里，你再去渲染的图片，比如我现在给你渲染一个，给你渲染一个，点击的图片4K 提交渲染。你渲染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它是个预约成，你看这里图库嘛，你就像图库就看到个预约成功，夜间任务，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夜间时间在晚上的10点，好像是晚上10点到凌晨两点这个时间段吧。这里的使用的人数比较少，就是设计师渲染图是比较少的嘛，对吧？在这个时间段，它系统就给你自动渲染出图了，你第二天就能看到它在第二天再打开这个软件，打开这个图片说不定就已经能够看到渲染成功了。这是一个上面的一个讲解然后效果设置，然后呢可以看到通透写实标准这是当时
后期出图了，你可以大致的感受一下，你分别设置这三个模式，然后你在这个同一个视角下，三个模式出下来的图会有什么不一样，你可以感受一下，然后你会发现标准模式和这个通透模式比起来，通透模式就像它描述的那样，房间可能更加的就是偏蓝光一点，就是整体的会蓝调一点，感觉很通透一样。然后写实模式就比较的偏真实一点这是一个计算机那个图片模拟的感觉。然后呢，灯光模板的话，这里是系统已经给你设置好了的，就是你现在场景中你不用调任何参数，灯光自动给你直接写成白天写实晚上暖光这些模板。就是如果说你不是想追求一个啊很很完美的一个，不能说很完美吧，就是你不想追，你如果说你有一个很高层次追求，你就可以设置一个自定义灯光，就是你要加一些什么特写灯光，就不要用这个，像这个就很快速出图了，因为其实不代表你用这个就是你出的图就会很劣质，只能说销售的是很快速。如果说你用了自定义灯光之后，就可能出图会比较有个人的风格大家是老手的话，可以推荐大家使用自定义灯光模板灯光是比较快速出图的，还是比较的出图比较快速，咱们提高效率嘛，对吧？像这里，像这里就是已经设置好了一个灯光自己定的灯光，就是自定义的灯光啊模板。然后呢，这个是我的命名是白天，大家点击这个小箭头进去可以看到，这里只是一个很简单这是几个回形的灯条，对吧？这个因为你安装那个天花的时候自动会给你安装的。然后这里是个窗户的，这个你可以看到这外面有个灯光，里面有个灯光。这模拟的是一个是室外灯一个是室内灯，就是你在这个窗户里面，你的话就会看到啊，窗外其实是有灯的，对吧？窗外那个模拟的那个自然光，然后呢然后自然光打进来，然后就会有另外的灯光，所以这是两个灯光不代表你不要理解为这里是个窗户的话，你外面有光的话，自然进来的话就会自然会有光这个不是这么理解的，所以你要理解成这里是你现在目前所有的灯光都是你自己设定的，所以说你这里还要为这个玻璃的这个区域你要添加两个光，一个是外面的灯光，一个是里面的灯光。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点光源就是在这里有光源一个球形光你看球形光，或者说应该说是这个零点光吧，那是这个光，相当于一个射灯，它几个射灯几个射灯，你看不一样，差不多。像这些你可以小为一个特写，比如说你这里有一个沙发，或者说什么一个物件，你在这上面摆一个射灯的一个点光源之后，你单独去渲染这个区域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你想表达的是这个整体布局这个沙发在这一个点缀，沙发在这里是就像舞台中央的一个人在这里的主角吧，对吧？这个就是灯光打下来，然后呢，片面光和面光啊，面片光就必须垂直于向下的，就是模拟的是你在天花板打上去的一个光源。这个其实可能看个人，一般像我这种就不会那么大面积的打，在这里打一个就好了。然后呢，面片光相当于是墙这边，是你这边墙这边就是你看这个箭头方向，你墙这里，就比如说现在你放在这里是你这面墙垂直于这个方向打出来的灯光，这个面片光。然后呢，很明显的发现这两个我刚才讲的光呢，就是这个面片光。你只要点击在这里，然后放进去，放进去之后，你可以点击它的时候，你看到右边这个参数这里，你能看到一些状态。你开关它就代表你开灯还是关灯。然后呢，这是高光双面光
就是你可以看双面光打开之后，就是两边都有光，一个这边也有光，这边也有光。然后呢，然后呢，你可以看到离地，离地代表就是你这个灯光距离地的位置。可以三 D 看一下，你看三 D 看一下，三 D 就比较清晰了一点这个离地嘛，对吧？可以看一下，调节一下调节一下，对吧？然后长度，对，大家可以不一定要像我这样在这拖拉，在这后面输入你的参数也是可以的。然后高度，对，然后呢角度这里可能看不太清，我们说角度就在这里，啊，旋转一下，然后同样的你可以点击它，点击这里的一个箭头来旋转。当然，我觉得这里会比较方便一点，比较精确一点，对吧？旋转90度，当然这里不是旋转90度，你先默认的把它这个已经变化了，所以说90度是不一样的。它每次变化就已经记载了一次了，所以你这样，然后你再选择90度，那就是一个这样旋转到90度到这里了。你要再旋转的话，就旋转180，或者说再旋转90了，对吧？或者45也可以。然后这是一个大致的光源走向，然后这里是一个太阳光，太阳光也是你可以看到跟我们刚才你设置的方向，就是模拟当时你这是一个房间，你外面有一个太阳，然后呢太阳是在这里一个方位，然后平行你打过来的，然后这个蓝色的区域呢，就是目前从你这个窗户的区域进入的一块光的一块区域，然后这个光很明显就会打到你这个橱柜橱柜和吊柜的这个区域，当时你会看到那张图嘛？我们看一下，看那张图，我还没有出两张图。你看，你看，它这里会有个太阳光打到这个橱柜的一个区域，对吧？这就模拟一个太阳光。如果说你是想模拟那个清晨或者说黄昏当然这个太阳光就很重要了，尤其是对于一些像什么日式风格的什么木质风格的那些橱柜当木头和那个太阳光打在一起的话，就会比较的有一种很温馨的、很暖的一种感觉，所以也是一种个人选择。就是一个自定义灯光，你可以制定一些灯光打光来为你的房间，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你的房间增加一些特写，然后提高你的房间明亮度。然后你打光的话，你计算机软件就会根据打光的那块地方多增加一些细节的算力，就比如说你那块算力就会算的比较多一点，就看起来不会那么模糊。然后这是第三点。然后第四点就是你打光的话，你的房间就会根据这个光源的明亮度也会不一样，所以也是看个人选择。然后呢，这是外侧，下面就是外侧的一个公共风景。刚才讲的是纯白色嘛，对吧？纯白色是为了不要出错。同样的，如果说你这里后面是有房间的话，倒没什么影响。啊、你放一个这个场景在这里。如果说你是一个不像现在这样可能是一个那种平层吧，平层的房间，能一般暖阳城市里面可能会比较的符合一点。像如果可能你是在一个独栋的，或者说别墅区域的一个类型的话，像这种草坪会比较符合一点。这个看你个人的选择。当然可能还可以选择海边啊、江边都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选择一些展示台也是你单独的一个选择。同样的，你觉得这里的风景不好看，可以用自己的风景，点击这个我的风景点击自定义上传，你会看到它这个上传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它只支持 PNG 和 JPG 的一个普通的图片格式。
同样的，你这单张图片不能超过20 ms，然后呢，分辨率是多少？你这里还是要调节一下。如果说你分辨率过低的话，你看着就会很糊。你可以发现，其实公共库这里有一些图片是很糊的。其实这里看到一些草坪是很糊的嘛，对吧？你看不到。当然这里也不用管，当然主要是外侧的风景，你看到其实有些是就是嗯分辨率不是很高，所以你看，所以我们要它会因为它会将你的图片拉伸，所以尽量还是选择高精度的一点。然后这是一个外景。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高级设置了。那这个这里有个 AI 智能调光，AI 智能调光就会将你现在目前的灯光给你自动就是调节一下，不会看的那么，就有可能你自己调节的会不太平衡很奇怪呀，或者说一块亮一块不亮，整体感觉看起来不好，可以选择这个 AI 智能调光。当然了，毕竟它这个 AI 智能调光是系统给你自己设置的，你目前所有的灯光会把你的图片渲染起来啊、就是平衡一下，就可能你感觉你这里没有，这里感觉不是亮的，你不想它亮，那它可能自己整体是一个亮的。所以说 AI 智能调光也是有优点，也是有缺点，看个人选择。然后白平衡也是提高你的整体的一个房间的明亮度。然后异色控制这里可能很难给你演示，但是我可以给你讲解一下，就是假如你现在是一个白色的空色的房间，白色的空房间这里你有一个红色的球，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在我现在目前这个白色的房间，在那个白色的周围，假如是个白色的，我中间有一个红色的球，它这个异色，如果说你异色调节的话，它会根据这个就是球的颜色把它映射到你周围墙壁的颜色，就是你现在目前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就有这个模型我把它就是如果说就是这块，就是我单独讲这块区域吧。假如说我这块区域四周啊，因为这个模型它的颜色，你调节的异色控制的话，它可能这个模型的颜色会映射到你这个墙壁的周围，所以这个异色控制你调节可能控制的不好，就会渲染出来比较丑。所以说这个你可以不用调。然后全局曝光的话，就是调节你整个画面的明亮度嘛，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辉光也可以看到这个效果演示，关闭和辉光和提亮辉光也是增加一些图片的这些光晕就是你灯光的一些，你会看到一些灯光你看到下面这上面这个灯光的灯条的，对吧？灯条的，假如说你开了这个辉光，可能你这个灯条看起来就有一种光晕的感觉啊，光晕的感觉，这个是灯光范围可以自己调节一下。景深模式这个是限免的，就是打开之后，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说？有这个开启的我建议还是大家不要开启，因为后面讲解那个实时调光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模块。这个开启了之后，这个实时调光就不能开了，就不能开了。这个还是比较有用的。然后镜面反射就可以想象你可以静止的那种感觉，反射压低一点它这个就是感觉是一种慢反射或者说近反射，大家都知道，慢反射就是那种啊就是那种你可以想象一下泥土的那种光打上去的反射，近反射就是水面打上去的光的反射，就是你可以调节一下感受一下。当然你可以点击一下这里，会去调整到一个示例说明文档
就是什么飞尔反射啊，就会这些材质啊，就其实是一些细微特点，看玻璃的那种类似于玻璃那种镜反射吧，其实也是为你的渲染图增加更多的细节。然后这些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属于锦上添花的效果并不是一个大致的一个影响你出图的效果。然后呢，这些色温就是你现在太阳光嘛，对吧？你把它关了，关太阳光给关的话，然后呢，这里就会没有出现这些调节的，这里的调节都是影响到你这些啊，你二 D 看一下，就是这里太阳光所有的光的调节，除了太阳光的调节，都是在你打开太阳光之后的这里调节的。然后你色温呢，你可以明显，你大概就能听名字就能理解这个太阳光的光的一个温度，就是色温呢、它是偏红的还是偏蓝呢？就是偏蓝，可能就是你想模拟一下午夜，或者说晚上，或者说凌晨，是吧？红日红日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感觉一下，就是模仿一下，模拟一下黄昏或者说清晨出来那一抹阳光，对吧？这个正午呢，就是差不多可以理解为更加那个光亮的亮度比较接近于白炽灯，对吧？然后呢，锐利和柔和，这个就是呃阴影的那个锋利度嘛，就可以看一下，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可能这种阴影你可能感觉边际如果太阳光你在生活中你会看到太阳光很强烈的时候那个阴影就会切线的很明显，对吧？就像一条线一样，切割的很明显。然后呢，啊，你点好柔和的话，它就会就是感觉阴影会晕开，对吧？就是根据太阳光的感觉，就是好像太阳光线的强度一样，对吧？亮度里面这个很简单啊。方位角你可以点这里，也可以点这里，或者说点这里就是调节它那个太阳方位角。阳伏角也是一样，点这里或者点这里，就是模拟一下你当时太阳出来的一个阳伏角比如说你现在是比如说清晨或者说黄昏了你可能就要模拟它太阳快要升起来或者说落下去，对吧？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它的位置了。然后正午咯，差不多在太阳在顶上了，就是这种感觉。模拟太阳一个位置，就是左边的一个大致走向。然后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指南针上面是北，然后这种其实看看情况吧。你万一这里是你画图的时候没有注意，这里是指到就比如说你这个倒过来，这里这里墙是北的，假如说你画图的这里是北的话，调节一下渲染一下，其实也无可厚非嘛，对吧？这个不一定可能不一定有很大的影响。然后我们看下面这里是2D 和3D 很明白，因为视角这些跟设计的一样的，是初始化视角，长这些管线互接结构、视频，这些不想看的话就把它取消掉，这些都可以的，这些都是大家可以试验一下。然后渲染设置这些还是默认让它设置就好了。然后呢，镜头呢，这些就是这个有个网格，你看这里网格网格大家可以看到网格你打开的话比较就可以辅助你出图嘛，对吧？嗯、右边这个是相机参数你可以看到啊，点击这里阳伏调节，然后相机的上下调节，这里其实也都可以调，速度参数同样的一样都可以调。然后镜头这里是一个你看到镜头的那个焦距对吧？焦距也感受一下这里点击一下，就会往越下就会越接近
你当时人眼的感觉，你人眼，你当时人站在这里的那种视角的感觉。然后呢，你肯定要就有些你肯定要更大的想要整个啊，可能你要比较刁钻的视角，想要更全面的信息，或者说更丰富的信息，这个点击广角，这个广角可能，但是你这个广角有一个缺点，就是会导致你这边周围畸变，你会发现没有？它其实并不是这么长的，它给人一种错觉感觉，其实这里很长，然后你这里跟这个比起来，其实这边是要比这边长的，所以广角也是看个人选择吧。然后标准一般也就不会出错了。然后镜头裁切，你会发现这里，假如说假如说假如说你这里其实是有一面墙的，但你在这个方位其实你渲染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这里有一面墙嘛，对吧？我们先假设一下这里面墙，你要墙，但是你现在渲染的话，肯定能看到这个墙嘛，对吧？你不想看到这面墙，你现在裁切一下，就是裁剪深度，就是将你的视觉范围，就是将整个你界面的范围往里推，对吧？你这个墙就划开了。就假如说，就假如说，呃，假如说我们看到这里，你的摄像机是在这个位置，对吧？你是看到的是这个方向，但你在中间这里会有一面横墙的话，但你又觉得这个方向的位置会比较好看，你就不想看到这个横墙。有两种方法，要么你可以点击隐藏掉它，它有时候你点击一面墙会隐藏的，它点击隐藏的话，这个墙就隐藏了，对吧？点击这里显示全部还是全部显示出来了。同样的，你可以点击镜头裁剪，是吧？点击镜头裁剪的话，你可以直接像这种拉伸深度的感觉，把那个墙面给挡开，就是划开。我们不看那个墙，对吧？对，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这里的是相机视角，这里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你保存那个视角，因为我们现在在保存一个视角，我随便保存一个，保存这个。然后我们保存之后就视角三、视角一、视角二，就是按照你一开始的顺序，第一个保存的，第二个保存的，第三个保存的。然后无论你刚才觉得你怎么调节的时候，你找不到原来一开始的方向了，你可以点击一个小点，就可以保住你当时觉得很完美的视角，是吧？这个是一个大致的一个所有参数的一个详细讲解。然后呢，这里有个提交渲染，像你现在就是提交点击它的话，你就会提交你当前这个呃位置的渲染。但是你批量渲染的话，你就必须要点击这三个渲染，就三个视角，所以就会很快速的渲染。好的，这就是一个比较基础的，然后全景图，大家需要休息吗？可能我看讲的比较久了，大家需要休息。呃，我休息个10分钟好不好？我们休息个15点30开始讲。你现在休息一下，然后15点30的时候开始讲。
哎，好的，现在已经30分了，我们快速讲一下全景图的这个讲。刚才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有自己在私底下渲染了一下，嗯、可以看到这个去加和漫游去加这个两个，其实两个都是全景图了，只不过漫游去加是可以为它添加一个走动点，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看到点在这里。啊。就是看着一个添加走动点，但是我目前是添加到达一个上限了，所以你只要点击这里，然后再点击一个位置，然后点击之后我们再提交渲染，其他的都是一样的，我们就在这里可以给它，这是起始点1，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设置我们的就是渲染看它图的时候初始的点位，我们来将它设置为这里，然后渲染之后，这边是我选择了一个默认的进度是2K 的比较普通的渲染可能看起来比较糊，但也是因为它比较快速一点，所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漫游去加。我们点击图册之后，可以看到点击一个看到一个漫游去加，我们查看这个刚刚渲染好的。嗯，可以看到这个大家可能看到会是比较模糊，比较不是那么精美，但没事，是因为这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下面这地加的圈是不是会有2个点，对吧？啊，开始渲染图的，它走向会默认我们刚开始设置的那个起始点，但是一开始我们刚才就看到是这个点，对吧？是因为计算机它在计算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卡顿的情况。让我们带到还没把我们带到第一个点。像我们是带到第一个点之后看到全部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当我们点击这个走动点的时候，就会到这个视角来查看一些细节，对吧？查看一些客户细节。当然，这个图是比较一些简陋的，当然也不是很高清的，所以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漂亮。所以说啊，当自己设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就是要像这个2K 可以勉强作为一个预览的看一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效果好不好啊，颜色有没有出错就快速的过一下，就是在这个2K 这里，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啊 2K，因为它比较快嘛，对吧？我们可以真实的反映当时情况，等到我们的全部调节好之后，再选择6K 4K，然后来渲染的话，会比较的就一锤子买卖敲定的那种感觉，对吧？这样，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同样的，我们在跟客户聊的时候，同样我们可以拿这个图，就当然不是拿这个图是我们拿那个渲染的比较精美的图片给客户聊的时候，这下面可以看一个备注，点这里。就假如说我们客户想要这个灶炉这个灶炉柜它有什么需求比如说他要加入一个什么拉手要干嘛，或者说他不要做免拉手柜，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写好之后，写好之后，保存在这里，到时候看的话，到时候看的话会比较的就直接就不用啊，就比较直接的简洁一点，对吧？就是到时候看一下，哎，比如说有需求，他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可以直接点开这里看了，就不用那么有时候记在纸上找不到了，或者记在手机上删除了，对吧？这个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方便大家跟客户聊的时候的一个优化吧，应该这么说，就是漫游去加，然后全景图就是比较普通的了你渲染之后，在这里调了精度之后，进入渲染之后，可以看到去加，我们现在看这个刚刚调的好这个就可能就看起来比较高清一点了，对吧？感觉就是当然也还不是那么完美，明显看到有一些不太符合的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错误了，只不过就是不那么完美，对吧？那还灯光更加优化一点，这样子可能就灯光比较普通，因为可能我是选择那个普通的模板这样看了，可以用这个跟客户聊了，当然我也直接点击这里，
然后可以就是这里不是这里，是营销的，应该是设置这里，我们可以点设置这里，对吧？然后可以看到点击设置这里，我们当给别人之后，保存外部连接这里可以复制连接，复制连接可以把当你微信或者 WeChat 或者一些国外的朋友一些可以用那个国外的聊天软件，对吧？简介标题标注然后我们设置音乐音乐，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教程，我们点击这个教程这个自定义音乐，因为这是系统音乐对吧？轻快自定义音乐，我们看一下，它这里也会有一个小注意的点的，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音乐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拿网易云音乐嘛，我们就是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软件网易云音乐我们选择一个音乐之后啊，点击一个音乐吧。音乐虽然也说重要不重要，但是也比较能够美化我们的啊、作品嘛，对吧？你就随便选择一首歌啊、随便选一首歌，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沙龙是吧？就随便选一个，比如说这首歌，虽然大家就可能不太应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将那个网页的 ID 复制之后，可以看到啊，复制之后，我们要将就是这个 ID 也不是这个整个 ID，是个 ID 复制之后，大家看到我们要复制这一个，首先把这个代码给复制下来，写到这里，写到这里之后会有一个继续填的 ID，根据它的提示，我们要把 ID 填进这个 ID 等于号后面，好，这里，其实在这里设置完成之后，我们才能看到这个歌曲。当然可能这个我没设置好。那后面可以自己来试一下，这个根据它这个点击这里有个感叹号，然后可以看调整到这个界面，然后来看一下，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块，大家可以在这里来学习一下啊，就是这样。当然有时候可能它因为版权的限制，可能没办法用，也是有可能，所以这个也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没有什么大家非常需要的，可能大家非常需要的可能刚才我输入不太正确，所以没办法。但我们可以直接使用系统的分享给别人，对吧？其实也没什么。当然，我们可能跟别人聊的时候也不需要音乐。是的，这图文热点这个也是为给你的产品添加热点比如说就刚才我们之前讲 K 魔方一样那个热点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封面图，然后这就是差不多的，主要还是知道这个复制链接，因为可以复制分享给别人，然后可以查看嘛，对吧？然后刚才的去加那里是可以尺寸标注的嘛，然后我们看看这一个分享看看，我们再分享看看。那你分享之后，这个界面就是你分享给别人的界面，别人来会有音乐，
你关闭这个音乐之后，啊，这就没有音乐了，它自动会有一个悬浮的走动的感觉，这个没事的，这是手机端、电脑端啊。但主要讲解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这里会有一个类似于小笔记的样子，你会看到啊，跟你刚才看漫游去家一样的感觉啊，其实也是一个设计需求啊，对吧？然后这些客户要什么啊，要什么一些突然想给你就是想修改的地方啊，都可以在这里写出，方便后期我们修改，对吧？主要就是这里，主要就是这一个小铅笔这一个图标。好的，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去家的一个主要的字，然后呢，去家这里有一个生成全景图，主要是当你就是你主要你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场景对吧？一个房间里面可能4、5个对吧？就假如我们现在已经选的，当然我这里是3个角度对吧？你可以首先让它视作为是3个房间，先这样模拟一下。你勾选这上面之后，你点击生成全景图之后，你在这个全屋慢去加全屋里就可以自动会生成一个全景图了。就是它的效果就是你可以3张全景图合并为一个项目。当你点到另外图的时候，就相当于给你一种跳转的感觉，能进入到另外一个房间。这样你会给别人展示的就不是一个房间了，可能你展示的是整一个屋子了，对吧？就是给客户展示整个屋子了。所以这是一个，当然这个还在渲染，还在还在渲染，当然后续渲染完了，看一下比较快，因为我是那些最低的，可能是最低不是最低是个合并的效果，当然这个也有那个设计需求的，对吧？可以看一下，点击这个主页，当你去跳转的时候，哎，发现吧？假如说你这里是卧室或者说客厅或者厨房，就给别人这种不同的房间不同的感觉一样，对吧？同样的，这里还可以设置修改，也是一样的，箭头导航，添加房间箭头导航。就假如说我现在有个门，添加房间箭头，一个门，我就要跳转到第二个房间，对吧？再看一下。你看，这会再进入的话，就会有一个刚才的需求，然后呢，这里会有一个，当然我现在是厨房，是因为刚才外部的类型定义，你可以在外面修改的，这个为什么？一点击的话，自动就跳转到第二个房间来的，所以你可以在窗户不是窗户，就是门这里也可以设置一个点位，来给人一种模拟走向的感觉，这就是一个大致的。然后呢，这就是主要的。我现在也为大家带大家走完一遍效果图和全景图的一个基本。当然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这个，我可以看一下。我刚才选了很多张，选，看这个吧。这个你看到光子超清和这个光追的效果就很不一样。你看，你可以看到光子的话就比较更加写实一点更加的感觉能就是分辨率更高一点，好像更通透一点是吧？是有一点，但这个当然这个光追的光子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然后其实想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实时编辑，因为你在外面你是设定了啊、这个实时调光你必须要开了这个才能调这个这个实时编辑。你可以就假如说你现在这个渲染的灯光的效果假如说你调节的不是很好，但是你又渲染一张图，你可以现在进去你会发现，你看你鼠标点击的啊，你发现是不太一样的，对吧？有一些变化，窗户都可以，外面灯光对吧？都是可以变化的。假如说我把室外光关掉，它自动就给你关了，现在就直接关了。太阳光关掉
顶棚灯关掉柜体灯关掉，关掉都关掉这个当然这个当然不行，对吧？就给人一种哎，假如说你现在这个卧室对吧？现在是外了张床，你现在是个窗户的外面，你模拟那种清晨凌晨或者中午太阳对吧？那种感觉是很就是很棒的那种感觉你可以自己调节一些顶红光对吧？可能这里我刚才在设置这里个顶红光，可以更加这些特写怎么样对吧？然后其他的落地灯这个当然这里虽然它写是落地灯，但是它确实冰箱上的灯光，因为它这个是属于那种软件设定的，就你可以理解为这个这边的都是那种其他的灯，其他类型的灯，然后柜体灯就灯条对吧？可以看到设置强弱，室温也可以调节的，是想变暖了，还是想要变冷掉了，对吧？灯光也是，太阳光也是然后室外光就是你室外光越强，你会感觉到整个画面会更明亮，对吧？太过明亮也会不好看，对吧？然后色温也是整体的感觉，这样调节整体的就好像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异色控制一样，一个是冷调，一个是软调，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单独的调节。同样的，你点击这个也是可以修改它的材质的。你看材质美化，我点击别的吧，点击这个柜子可能会明显一点。摄像，你看，它这个变化是有变化的。你可以单独的点击这个区域将它更加明亮一点是吧？或者说更加暗沉一点，这个饱和度更高一点。当然我这修出来不是很好看，比较丑，但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调节一下。就像我这样调节的很不好看的、很丑，点击这个还原啊，就还原到一个比较，我就还原到一开始的状态了一开始状态是这样的，实时编辑嘛，对吧？就这个实时编辑其实是这里，只要你打开那个，然后是在光追状态下的渲染的，都是可以调出这个实时编辑的，这就是光追的一个好处。所以说，这是这个大致的一个整体的，给大家过了一下的效果图和漫游去家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现在就是主要就是教会了大家各个模块各个功能该怎么用怎么要用对吧？现在我给几个给大家分享几个场景，给大家感受一下其他设计师的作品，优秀的作品。现在我将会将那些作品放到聊天室里面。啊，场景一，好吧，我可能这样大家可能区分不了。场景三，然后这个就是场景三，大家也是这个 XDB 文件，这是其他设计师的文件，大家可以这个打开本地之后来打开但我这里也是自动保存了的，所以我可以帮大家看一下渲染分享一，看一个一式来看一下吧。我这个是场景一，
可以大家在那个聊天室里面下载对应的软件来查看。当然，如果说大家可以跟着我看一下，然后自己后续下课之后来操作一下。那这是一个比较设计师设计的比较精美的啊一个客厅。我们现在主要是看一下它的啊，当然你去保存一下，你会看到这里它一些视角加了失败了都没事的，你点刷新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场景保存你调用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失败的，所以你勾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视角，我们可以学习一下，临摹一下，对吧？那我们就顺着渲染这个高清4K，我们渲染一个极速光质吧，看一下。然后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灯光，它这个也是自定义灯光嘛，对吧？你会发现自定义灯光它也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灯光还是蛮朴素的，对吧？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我们可以发现，它这里是模拟了一个室内光，它室外光对特别远，这是为什么呢？你看到这个，它可能想表达意思就是高层嘛，对吧？高层那个外面的灯光，因为它这个你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其实啊，因为它这个是个那种特别大的窗户，对吧？你要是特别近的话，就是会显得这个窗户周围特别亮，就不会那么很好看，对吧？就感觉好像太就这里曝光会特别强，所以它设置的就是远一点嘛，就看起来不那么强。当然你可以设置近一点，然后减弱它的sorry 这里设置近一点，然后减弱它的亮度也是可以的。它这个散射角都是就是那个玻璃玻璃它那个散射的一个是垂直的还是一个扇形的，对吧？然后呢，它设置为蓝调。那蓝调的目的就是，当你的光进来的时候，你整个房间看起来就会显示一个偏蓝调的感觉。因为你看，你可以想象一下，暖调就是红色和蓝色比起来，就是偏红色的就是偏暖嘛，对吧？当你就是偏黄色的是偏暖嘛，对吧？然后在房间里如果是偏暖色的话，就会看起来比较温馨一点。但是呢，蓝色看起来就感觉房间会比较冷，但是它有个好处就是，蓝色的会感觉整个房间比较通透一点，比较干净一点，对吧？就感觉现在比较那些简约的风格，就简约的风格就感觉适合蓝调一点，对吧？然后你看它这个光度太强了，这个打牙线就会特别特别亮，对吧？它蓝调还不是很强烈，但是只是整个房间的明亮度是特别高的。然后这是第一个房间的一个，大家可以打开，然后去临摹一下，然后在它的场景上自己设计一下会是什么感觉，然后来感受一下，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学习方式。然后这是一个场景二，这个场景二就比较的我个人觉得会好看一点。我们打开场景二之后，一样的也会看到一些视角失败的问题，这个没什么，这个是因为别人在保存的时候传递给我们文件，计算机软件在读取的时候，可能会导致一些读取失败呀，只要刷新一下就好了。
像我刚才为大家讲解的那个啊、就是有一个这个构图对吧？2:3，当你看2:3，其实我找到它这里有个角落，当你想要就是描写你这个走廊区域的一个特写的话你会看到其实就是感觉你站在这里，这个人的视角是往这边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有这种别样的美，然后你会发现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极速光的是可以去玩一下。4K 是比较高精度一点的，就是差不多是我们啊展示给客户看的一个比较高清的图嘛，对吧？然后你再看一下它的一个嗯，呃，刚才打开的这些你看上面那些灯光，你不要被它误判了，这是因为那些设计师画了一些场景，它其实这里是有一些更多的场景的，它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呢，它就是这里遗留了，它没有把这些灯光给删干净，就是一些繁杂的数据，这里可以不用看，看繁杂这样一类的，你可以看它这里有个窗户，它这里模拟了一个，这里是模拟一个自然光嘛，室外光是个蓝蓝调，对吧？蓝调就感觉打透了比较通透一点。然后呢，它这里比较高，就是看一下就是它这里片面光打过来，对吧？它为了彰显这里的一个就是可以说因为它这个整个房间是比较长的嘛，在这里打了个光，就会让这里看起来就会提高一下明亮度嘛，对吧？对，对应的是这里，可以看这个片片光都是对应的一块区域，对吧？它这个打的是这个岛台这里，然后这个是打的餐桌这里，其实是你不同的区域你增加一点光，相当于这里差不多是这里的主光源，对吧？然后你可以看这里，它这里它其实啊，这里是有一个模型，但那个模型没有光嘛，对吧？模型没有光，我们把自己加了一个点光源，这里它这里看的话就会更加真实一点。然后这些都是为了给这些模型增加一些特写。然后走廊，这是你大家有没有这些射灯这些柜子的一些灯条光就会，然后只要这些光添加之后整个大致的啊走向就是很清楚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啊刚才的图册，渲染的它的这个效果啊，就是一个比较接近写实的，然后呢比较的古朴一点的一种感觉一种实木的感觉，比较古典一点的感觉，它这个给人那种感觉对吧？然后还有雕花朝上，就特别适合这样的当然肯定也是因为它这个家居的配色配的比较好，灯光是一方面，然后加它的那个配套配的也是一方面，所以影响它出图效果的因素也是有很多样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当然其他的一些视角大家可以渲染的看一下，这些都是场景给大家了，大家可以在他们的基础上增加一下自己的想法来修改来感受一下。那我们看第三个，其实大家可以不用这么想打光会有什么一个很高深的技巧，其实没有什么，是只要彰显出那个区域的啊，你想要表达的那个区域的
模型啊，或者家居啊，或者那块区域想提高一下亮度啊，就是这么简单。或者说增加一些特写，对吧？一些什么增加一些射灯啊、特写啊、面光啊，提高整体的亮明度啊，然后或者说模拟一些自然光啊，都是可以用打光，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呢，这里其实可以借鉴一下它这里的，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跟之前的那个片面光垂直下来不一样，它的这个场景它其实有一些偏转，它偏转的给人感觉就感觉不会那么就是垂直落下来的感觉，就是另外一种斜打下来的感觉，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找一个视角给大家感受一下。这里的我看它的整体图吧，这个图可能也一般可能这个会好一点。你能看到斜的打光打下来啊，虽然看起来好像跟垂直的光是了一个垂直打下来的灯光打下来就会比较这个区域嘛，就会感觉像垂直一样，就会感觉有时候看起来会比较突兀嘛，对吧？就是感觉你这样打下来，垂直就是感觉只是这块矩形的区域，或者说散射一点，然后斜下来就感觉比较柔和一点，加上它这个本来这里是有一个落地窗嘛，对吧？落地窗阳光进来它再让在这里一个斜向的，同样也会模拟那种光线进来的感觉啊。看一下，当然大家可能会感觉到这里怎么没有实时调光？那这有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没有开启这个，再要么就是可能是因为这是以前的设计师的作品，可能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功能，给大家感受一下。那你发现其实它这个光线是斜过来的，发现没？它这里是暗的嘛，这里是亮的，它这个光线你可以感觉是斜过来的不是垂直落下来的。当然你这样看起来好像也是垂直落下来的，但是其实仔细看的话，感觉是斜过来的感觉，就是那种45度角突然射下来一片光一样。对，然后其他的一些视角，大家都是可以去感受的。像我自己私底下感受过，我觉得看一下，再看一下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景深嘛，对吧？你看，其实它这里有挡住了，对吧？挡住我们可以点击它，然后隐藏它，然后这里就不会挡住了。这是一个方法。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刚才给大家讲解的镜头裁切，景深拉那么一下对吧？这样我们直接拉过去了。当然，这样太拉了会导致我们啊就是穿模，对吧？看着就好像很突兀，所以这也是优缺点自己选择。当然，现在来看，这里的隐藏是最优解，也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将隐藏之后的渲染图我个人感觉这个渲染图是比较美那么一点的，就给因为当你渲染图的时候，自己试一下渲染图，看到这个光线是从窗户这里进来的，会感觉到一种会让这里的装修这么精美，给人一种很运筹帷幄的感觉，然后有一种啊，这是一个视角选择问题并不是说它的它的灯光会有重要。好了，这次就是主要全部的课程就是简单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三个场景大家之前录制的一些大家注意事项全景图渲染图、漫游去加图册这些大致的主要的功能，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给大家一一讲解完毕了。然后现在在这里等5分钟，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这里问我，或者说刚才没有听清的。你讲。呃，那5分钟差不多过去了，那这次渲染图和全景图的讲解就已经到此结束了。然后大家可以休息一下，喝个水，上个厕所。然后下一个课程将会由我们的波波老师为大家讲解，谢谢。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背景墙的系列讲解。大家都有看到这个屏幕了吧？然后我们今天是讲解两部分，一部分是美加背景墙，就是它的版型是9mm 的，然后另外一盘的话是墙面系统2.0，那一盘也是有个背景墙，但那个背景墙是18mm 厚的。然后我们就先讲第一盘，就是美加背景墙。这上品应该是19年的时候推出的一款产品。然后今天主要是从这4个方面去讲解这个产品，一个是背景墙的组成元素，然后它的尺寸，还有现场逼样，最后是下单的一些注意事项。先看第一盘。背景墙的基本元素的话是由这么6个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一个收边铝条，就是它4边框住版芯的这些铝条。然后第二排的话就是中间的这些板芯，统一称为板芯。然后第三排的话是一个板芯中间板芯的一个连接铝条。第四个的话就是这个一个后垫条。这个垫条的话就放在这个背景墙的顶部作为一个调节使用的。然后第五步的话就是安装梁，这是在有2层背景墙的情况下才会有的安装梁。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灯带，灯带也是装在这个安装梁上面去的。然后收边铝条、板芯还有后垫条是固有的元素，就是所有背景墙都会有的。然后拼接铝条，然后安装梁、灯带、后垫板这些的话是部分产品才会带有的，所以这个要留意一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收边铝条的各个情况。然后收边铝条的话，主要是有这么3种，一个是收口 A，这个收口 A 的话是用在上下左右都是可以的。上下收口只能用在上收口或者下收口，那这个角线的话是只能用在下面的一个收口。先看收口 A，收口 A 它可以作为4边的一个收边铝条，可以看这个示意图，这是一个俯视图。然后它可以装在4个边，上下左右都可以。最长的话是3米，然后颜色的话是有3种，好像最近金黄色是下架了，然后具体的颜色大家以远见为主。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上下收口，然后这个的话主要是装在上面或者下面，作为一个它会伸出一段铝条作为一个装饰作用。然后左右两边的话是不能装的。然后它同样最长的话也是3米，然后颜色也是有3种。然后第3种收边铝条的话，就是这一个角线 A，它有2部分组成，一个就是这底部跟板件连接的，然后还有一部分这盖子盖在这里。然后我们再看一个收边铝条的一个拼接方式，它主要是有2种，一种的话是45度拼接，第二种是直角拼接。然后45度拼接的话，就是4边的一个收口铝条，然后斜切45度，然后进行一个拼接。然后它这种拼接方式的话，只能够在收口 A 这个收边铝条去使用，然后那个上下收口跟角线收口是不能用这种拼接方式的，这是一个特别留意的一个点。然后它这种拼接的话会有一点点的误差，所以通常都会配有这个护角，给它装在这个角去遮住这些缝隙，然后保证它的一个美观度。有软件的话，它每个模型都会有自带的。
然后第二种的话是一个直角拼接，直角拼接的话，直接是上盖侧或者说侧盖上下左右的话，这几种盖法。呃，特别留意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见光面，就是如果它旁边见光的话，呃，最好就是用侧边盖住上面，不然的话上面会露出一截，会比较难看。上边下面也是同理的。然后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它有两个背景墙放在一起了，然后它出现了两种拼接方式，像这种的话，45度是一个收口 A，像它这种的话，就是用那种上下收口，就是这种上下收口会有一边这样凸出来的。这种方式如果放一起的话会不好看，所以的话，如果是两种背景墙拼在一起摆放的话，要注意它的一个收边铝条的一个统一性。然后软件是开放修改，上下收口改为收口 A 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软件备注，去让我们一个工厂审核人员去帮忙改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要留意的话，就是如果是上下收口的话，它上下预留的一个高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备注修改的话，要顺便标注一些，就是我们需要完成后的一个背景墙的总高，这样工厂的话帮我们调整，才会保证两个背景墙的一个高度一致。然后它一个备注一个文字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课后那个课件我也发在那里，大家如果遇到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是这样，它这样备注就比较清晰，上下收口换成收口 A，然后总高多少不变，然后四边用这个45度拼接，它这种就是没有歧义的一个备注方式。这里这里板件中间连接的话是用一个叫呃阴角收口的，这里3D，我们可以看这里，看这张图，中间这个就是阴角收口，就是连接两块9mm板的，这叫阴角收口，它只用在中间。然后这里一个案例说明的话，就是两个背景墙拼接，然后他想做成一整块，就是看上去是一整块的效果，然后我们就可以备注把这两边就两个背景墙相交这个位置换成这样一个铝材阴角，就是普通的一个两块板拼接，这样会看上去会好看一点，或者说也保留两个收口 A 也是可以的。那换成这个的话，看起来会更像一个整体，就中间这个连接板件的这个阴角铝条。然后铝材这个收边的话，如果用直角的话，就是要考虑这种情况，会露出这样一个铝材截面啊，或者说板材截面这个一个情况。然后铝材这部分到这里，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板芯这部分。板芯目前的话是有4种类型的板，一个是竹木纤维，一个是多层板，还有一个叫 DCM 的一个多层板，最后一个是 PVC 板。先看这个竹木纤维板，竹木纤维的话是有2种尺寸的，一种是2650，一种是2745，这具体看软件的限制就可以了。然后它一个特点的话，就是两边会有一个阴阳的一个槽，然后作为它左右拼接的一个方式。然后它两边有槽的情况的话，它最多就是做到616。
就所以我们的板如果是这种板连接的话，它中间的宽度是固定600的，然后我们如果要均分的话是均分不了的，因为左右两边如果收口的话，只能是单边裁切去满足我们一个总宽的一个效果。然后 PVC 格栅板，它那个厚度也是8.7，也是9mm。那它一个尺寸的话也是两边带槽，最宽的话就是167。然后还有这一种波浪板，也是同样的，它一个单块的一个最大宽度是161，最高的话其实做到3米。再到这个多层板，多层板9mm，其实跟我们正常做橱柜啊、衣柜这些板是一样的，但是做在背景墙这里的话，它是没有封边的。然后高度最高也是做到2.7米，最小宽度的话就是40，然后再到一个 DCM 的一个多层板，它这种是分为3种类型，一个是素雅不纹，就是这个会类似一种不纹的一个效果，它两边是带有槽的，然后单个宽度的话是750带槽的情况，如果不带槽的话，它可以做到1.2米，然后高度的话也是最高做到2.7米。然后第二种的话是 DCM 的一个连纹大理石，可以看到它是有纹理的，而且它最多好像是4块做成一套，然后它的纹理是对应的。如果我们要改这个呃大理石这4块的一个宽度的话，它只能够是左右两边去裁切，中间2块的宽度是变不了的，因为它的纹理要对上。它固定的话是，最大的话是800宽，然后高度最大也是2.7米。最后一款的话也是 DCM 的多层板，也是最宽的话是1.2米，最高的话是2.7米，然后它也是没有封边的。然后我们看看板材连接的一些工艺，连接的话主要是2种，一个是密接拼接，一个就是铝材阴角拼接。先看第一种密接拼接的话，它像这种用铝材密接，就是用这样一种 H 型，说工字形的一个铝材，然后它这种的话只能够用在刚才那个 DCM 素雅布纹上面，就只有这种材料才能够用的。所以它这种板的话是有开一个槽，就是卡这种铝材去将它连接住。看一下，就像这里一个槽。然后它表面的话会看不到那个铝材，就前面这里，但是也是会有一点点缝隙。然后第二种的话，像这种是卡槽的密接，卡槽密接的话是波浪板、格栅板还有竹木纤维板都是可以的，就是左右两边带一个阴阳的一个槽的情况。然后是其他的9mm板的话，都是可以用这种，呃，用铝材阴角去拼接，像这种是类似 H，就是它是在一前一后夹住中间这块板的。所有9mm的一个板材都可以用。如果是格栅板、波浪板、竹木纤维板，用这种连接的话，要注意一下，就是它跟铝材连接的这一边不能够有槽。接下来就是我们看如何判断背景墙板芯之间的拼接方式。然后这样一个案例，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用软件里面的一个选择组件的一个功能，点到我们这个中间这个铝材，然后看它的这样一个名字，像这个名字写着铝材阴角，就是用我们这种铝材拼接这种方式吧。像第二种的话是表面这里看不到铝材，像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点这个板，看它的板的类型。像 DCM 素雅部分的话，就是那种密接铝条拼接的；如果不是的话，都是另外一种密接卡槽的一个工艺。就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这样的案例，它中间这一部分的话，它是有一个横向的腰线给它断开了上下两个铝条的。然后有些设计师备注说要取消这个横向铝条，将上下板芯做成一条的一个效果。像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做的，但是软件里面是删不了，我们可以通过备注的情况去让我们工厂帮我们修改。但我们要保证一个前提的话，就是上下的一个列数是相同的，而且它合并起来的板不超齿的情况，才能够做这样一个效果。像这种，上下的列数不一样，这种的话就不能够取消这个腰线，就横向的一个阴角铝条。再看这个案例，这个案例的话，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连纹大理石，它的纹理是有一个拼接的，所以说这4块的话是只能是改这两边的一个大小。它这里备注的话是要删掉1列，改成3列，然后其实这种的话是可以开放给设计师做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修改的话，就是我们要备注好，就是修改后的一个总宽有多少，然后我们要删列的话，就删掉其中的一块板，就在我们组件模式下删掉一块板，然后备注好它一个完成总宽，这样的话我们工厂的同事看到就会帮忙进行修改。但是要留意的话，它这种修改的话会额外接收一个非标费的。还有一些比较常问的一些疑问的话，像 SWM 就是一个多层板的一个材料能否换成普通的 SKL 颗粒板，或者说 GDF 10级的一个颗粒板，ENF 级的。然后这里统一回复的话是不能，背景墙只能够是使用那个多层板，像普通柜身这种的话是不开放进行一个处理，因为它板材也不会封边的。然后第三趴的话是灯带跟变压器。先看灯带，灯带有2种，一种是普通的背景墙灯，一种是 PVC 的一个软灯。然后最常用的话是就前面这种背景墙灯带，PVC 只在某几款特殊的一个背景墙上才会带有的。而这种常用的背景墙灯带的话是3米一卷，然后5瓦1米它的功率，然后色温的话是3000K。然后变压器搭配的话是这个18厚的一个背景墙变压器，它的厚度是比普通的要好一点的。那功率的话是36瓦，最多是接2卷灯带，就2卷这个背景墙灯。然后我们如何判断哪些款式的背景墙是带灯的嘞？然后主要是通过这2种方式，一种的话是通过软件的一个效果图，
就这样。我会看到这边是有一点亮光的，还有下面这里，就是这样就代表它这边还有下边是有灯带的。第二种的话是通过我们的铝材名称去判断，像这种安装良 22A，然后背景墙主要的话就是三种，像这种的话是叫做错层，就是叠层2层的背景墙，底面一层，然后在下面加一层。然后第二种的话是 L 型转角的，第三种的话就是普通的一层，叫平层类。然后这平层类的话，基本都是没有灯的，除了这4款型号。然后转角类的话都是带灯的，然后像这样凹凸错层的话是只有3款是不带灯，其他的基本都是带灯。然后说到刚才那个铝条判断嘛，它一个安装梁这个22A，它是有预留一个灯槽的位置的，它可以装灯，可以不装灯，具体的话是要看那个型号，或者说看我们一个那个效果图去判断。但这种的话，如果没有灯的话，可以备注加灯。然后另外3种铝材的名字大家可以看一下，出现这3种铝材的话，它是必然有灯的。然后我们看名字的话，也是通过组件点到我们的铝材可以去看。然后如何判断背景墙灯带的位置？灯带的位置也是其实跟那个判断灯带有无的是一样的，一个是看一个效果图，是这样，就是右边跟下边是有灯。然后第二种的话是看铝材的一个名称，也是这3种的话是必须就是看到就是有灯，然后这种的话就要结合那个效果图去判断了。因为它这种安装梁 22A 是可有可无。就这样，我们看这个效果图，下左，然后它靠墙的这边的话是不带灯的，也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左边跟上边，这里的话就是左边跟下边。这个平层，但是前面又有一个错层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它是至少有一侧是没有灯的，像这里是下面没有这两这款的话，右边靠墙的话也是没灯。然后配灯的话，由我们备注加的话，不能够说要加多少米，我们只能够说加多少卷，是以卷为单位去售卖的。就是我们看到这里3米一卷。然后变压器的话，要注意一下它的一个功率跟我们实际使用灯带的一个功率要匹配。如果不知道功率匹配这些，可以下单前来咨询。这是几个案例啊，像这样我们判断背景墙这款是否带灯，我们可以看那个效果图。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左边跟下边是有一圈那个光晕的，然后它可以判断它这个背景墙是有灯，它的位置就是在左下。像看啊，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安装梁，
像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调用的是这样一款类型，它产品的话，它默认这边是靠墙，所以它这里是没有灯的。然后我们实际它安装在客户家的话，这边是见光的。然后我们想要在这里加灯带，这样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备注加一卷灯带这样去处理。然后同时我们要保证它像这款叠层的背景墙，它的一个安装梁是使用这一款才能够去添加灯带的。如果是不是这种的话，加了也没地方给它装上去，这个要特别留意。然后变压器如果功率超的话，也可以备注多配，但是要注意写清楚那个灯带的一个名字跟数量。然后背景箱的尺寸，然后第二趴的话，主要是讲一个我们软件中的一个背景墙的一个尺寸怎么看，然后我们设计的时候怎么去预留我们的尺寸，还有我们就是软件限制的一些尺寸的一个说明。然后我们先看一个3维尺寸背景墙的一个背景墙的实际宽度，就是等于我们软件中参数的这样一个宽度，像这个3:4，它实际生产出来就是3:4。然后深度的话就是12.5，就实际的部件分，它这个软件里面写多深，就是现场就是多深。要留意的话，它深度是不含那个后面一个电条的，就是那个 EMM 的一个电条。这里的一个电条，电在最上面的收口后面，这里可以很清楚看到，电条上面它会有预留一个10mm的一个调节范围，所以我们的高度的话，它实际如果算铝材的话，是它一个软件的一个高度减去10mm，就是我们实际铝材的一个实际铝材到我们变墙下收口的一个总高。这10mm 的话是后面一个电条的一个调节的一个区间。那深度的话就是12.5，再加上我们这个电条的一个厚度，厚度就是 EMM。如果我们是错层的一个背景墙的话，也是一样的，它也会显示到对应的一个深度，它加上安装梁前面的一个深度。像这种，如果我们有设计师不想要这个电条，在想背景墙做到蛮高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备注的方式，我给它加高到10mm，然后那个电条可以备注说取消，也可以我们自己点在软件里面给它删掉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看一些就是尺寸预留的一个案例吧，像这个宽度没有做满，这边留了一点缝隙。它实际它设计师量房的时候，它这个门套是没有装的，所以导致它后期预留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这种两边做满墙的一个情况，最终这边也是留的缝隙比较大。像这种内嵌型的，就是嵌入是4边都是柜体的情况。那我们一看一下这几种怎么处理吧。然后针对现场背景墙安装位置，的一些影响因素的话，那些要留意。第一个的话是没有铺装地板，没有装地脚线，没有装纹套，没有吊顶，没有装石膏线。就我们如果去量尺的时候，这几种都没有装的话，就要特别留意了。
因为这些的话，实际如果硬装施工完之后，跟我们设计方案时候如果差别太大的话，会导致缝隙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要提前跟客户沟通清楚之后才进行下来。这种建议的话，都是要等这几种去完成施工后才去设计这个背景墙的。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一个测量方法的一个问题了。两新的背景墙的话，我们呃要分两种情况去考虑。第一种是两边靠墙的情况，就是我们要量在我们背景墙实际安装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宽度，要最少是量3个值，然后用它的一个最小值，然后预留10 mm。然后如果是单边靠墙或者说两边不靠墙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呃测量要安装背景墙安装的一个位置的宽度，然后取它的最小值，然后再预留5 mm 作为一个设计的基础。如果顶部高度的话，我们也可以多配点垫条，然后去填这些缝隙也是可以的。然后高度的话，我们也是推荐是测量3个值，然后取其中的一个最小值去做一个设计基准，然后预留一个10 mm 的一个顶垫条的一个调节范围。哦，像这种内嵌型的一个背景墙，这个我们要特别留意，就是它我们背景墙最终完成的一个宽度高度要相对于这个整个内孔要预留各2 mm 的一个缝隙，才能保证它一个现场装上去没有跟柜体干涉。然后一般来说的话是不建议做这种上下一个收口，建议的话就是做那种收口 A，可以拼接45度的那种收口，因为那种的话会比较好看一点。还有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它这种后垫条调节10 mm 的话，要留意给它在软件中高度给它调节好。就实际我们那个背景墙高度要接上10 mm，然后给它备注取消掉这个垫条，或者说我们在软件中自己删掉也是可以的。然后下一种的话是一种 L 型的一个转角背景墙。它主要的话是有2种安装方式，一种的话就是一背景墙盖住二背景墙的方式，就是没有任何的连接铝条，就是纯粹的2个背景墙拼在一起的一个效果。然后这种尺寸预留的话，要注意就是一这一边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安装这面墙的一个最小宽度，然后接上我们二背景墙的一个厚度。然后二背景墙它一个宽度的话，就是它安装的一个最小宽度值，然后预留个5 mm 的一个缝隙。然后第二种的话是用一个鹰角 B 这种特殊的铝条去进行连接，这种会好看一点。它是专用在这种外转角的一个背景墙去拼接的。像这种的话，它只能是用在收口 A 铝条的一个拼接。然后像这种的话是一个内转角的一个背景墙，这种的话就只有一种方式了，就是2个背景墙叠在一起。然后这种的话也要留意它的尺寸预留。
这种预留的话是跟我们这个外转角是一样的。其中另外一个被盖住的背景墙要记得预留多一个5mm。然后到第三 part 的一个现场避让。然后背景墙我们通常遇到比较多的一个现场避让的话是一个电位，然后我们的梁一般是横梁，还有一些窗帘和飘窗石之类。然后我们先看第一种电位的一个处理方式。然后电位的话是我们设计阶段的话要确保一个方案那个现场的电位不能够出现在背景墙的一个铝条处，就是像这样，不能够出现它一个电位把这个铝条给它断开这种情况。就我们在设计方案的时候就要把这一列宽度给它考虑上，给它避让开这个一个电位。然后因为我们背景墙是比较，厚度是比较浅的，是一般板子是9嘛，然后加上铝条可能就12.5，所以它一般的一个电位它的厚度是不足以给它挪动的，所以它现场移动电位这种情况也是不太好实现的。这就是电位要注意的2个点，就是我们在设计阶段的话，要考虑这个电位的一个布局，要避让开我们2个板件之间一个连接铝条。第二种的话是闭横梁，闭横梁这种情况的话，工厂是不允许备注去切角的，然后像这种情况只能是现场处理，然后可以多配一些这种收边铝条，让师傅现场操作。像这里有避让窗帘和像这里空了一截，设计想要给它延伸上去，这种也是不行的。这里只能够备注多配板件或者说多配点铝条，先找师傅给它拼上去。然后避让小节，然后这里的话是可以备注多配板芯和铝条的。然后通常是不开放那个背景墙做切角异形的。然后如果要多配板芯跟铝条的话，要备注好它的一个数量、尺寸还有颜色。这是工厂的一些收费标准，就是多配的话，它板是按工厂的一个平方价；那铝条的话，它会按这个公式去进行收费，就是米乘价格再乘一个20%的一个系数。然后关于背景墙的一些其他疑问的话，就是第一个，背景墙能否装吊柜或者电视？这个如果是单层的背景墙，它是可以装的。但如果是它前面还有个安装就是2层背景墙的情况下，它是不能装的。第二个问题的话是，客户家如果是已经装了一个打底板，要怎么处理？首先的话，要确保我们装的那个打底的板要小于9mm。如果小于9mm的话，可以备注多配一些收口 A，让师傅现场去给它贴到那个打底板后面，然后这样的话，它最终安装的效果就不会太难看，就是不会露出底下那个板的那个边边。第4点的话是一个下单常退的一些项目。第一个的话就是颜色不一致，像这样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2块格栅板跟旁边呢是不同颜色的。然后第二种是铝条的颜色不一致，有时候我们设计点了软件组件点的这个铝条，不小心给它改了颜色，比较难看出来。所以可以看到这咖啡金跟墨玉黑是比较难看的，这种情况要特别留意。然后遇到这2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用那个软件的一个检查功能去看我们一个
板的一个颜色，还有我们铝条的一些颜色都是可以看的。所以我们要下单前的话，要注意检查这个版型的颜色，还有我们铝台的颜色，不能够去同一类型去混用。然后这就是一个9mm 北加背景墙的一些情况。整体来说，它结构也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我们就到我的墙面系统，墙系统2.0。主要是它这个系统主要分为3块软件。大家还能看到我的屏幕吗？这里显示什么暂停呢？啊，现在到门墙系统2.0。然后它主要是3个产品组成，一个是18mm 的一个背景墙，第二个的话是一个圆弧的背景墙，第三个的话是一个隐形门，3个产品。首先我们看一个18背景墙，也叫护墙板，它的一个组成的话，跟我们一个9mm 的一个美加背景墙是原理是一样的。它一个收边铝条4边的，然后一个护角，再到一个顶部的一个垫条垫在这个收口的底部，然后是里面的板芯，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板芯之间的一个连接铝条。主要的一个元素的话就是这5种。我们看看各种铝条的一个特性。然后收边铝条的话，收边铝条是有4款，然后第一款的话是通用收口，有点类似我们刚才那个收口 A。这第二个的话是带灯收口，这个的话会预留一个灯的一个灯槽，这里可以装灯。然后第三个就是绞线下收口，就是装在下面的一个收口。那第四个的话是一个仰角收口。看一个通用收口，通用收口的话是放在上下左右4边，然后中间连接的板的话是18mm 的，然后最长的话是3米，然后厚度是24，然后颜色是2款。呃，第二款绞线，绞线的话它会有一个底部垫条搭配使用的，它不能单独使用。然后那个厚度也是24。第三个的话是带灯的一个收口，带灯收口的话，它的厚度后面会有一个架空的一个距离给它装这个灯带，所以它后面也会配一些厚垫板在后面，所以它整体的一个厚度是比通用收口是要厚的。然后它这个带灯收口的话也是可以用在背景墙的4个边，就上下左右都可以用。颜色的话是有2种，是黑色跟金色，然后最长的话是做到3米，厚度是41.3。然后仰角收口的话是用在这种呃呃外转角的一个背景墙上面，作为一个连接使用。它只能够用在通用收口，像那个带灯的话，像这种是用不了的，因为它的厚度是比这个要厚。然后怎么去操作
换这个羊角收口呢？然后我们软件的话，像这种 L 型的一个背景墙是有一个参数给它进行调节的，大家可以在软件上面去进行一个查看。然后这有一个上下电条，这个顶电条的话是都会有的，然后这个底电条的话是只会搭配那个下收口那个绞线那个铝条一起使用，会重叠一个调节范围10 mm，这个顶电条的话是调节范围是20 mm，然后它的总高的话是30。然后第二趴是版芯，版芯它这款就比较简单了，只有两种，一种的话是这种木塑的一个格栅板，第二种就是我们这个18 mm 的一个颗粒板。然后这种木塑格栅板的话，它最高是做到3米，然后宽度的话是固定159 mm，然后左右两边都是带槽的。然后颜色的话，要具体就看软件的一个开放就行，呃都会有上行淘汰的。然后颗粒板的话，最高可以做到2.72米，然后最宽是1.2米。然后它这种背景墙18的话会进行封边，然后它有带槽和不带槽两种。如果是带槽的话，它的宽度最小是178毫米，不带槽的话最小可以做到40。颜色是很多种的，具体大家可以看那个软件。这个要留意，如果它跟那个这个格栅板一起使用的话，它呃那个背景墙最高是只能做到2.72米，因为它这种板最高是2.72米，然后格栅板是3米，所以它只能是做到最高是2.72米。然后再看我们一个板材连接的一个工艺，主要是3种，一个是卡槽密接，类似我们9 mm 板背景墙它是一样的，左右留了槽的这个格栅板才能够使用。第二种是用一个明的一个铝材进行拼接，就类似我们那个工字形的，前面会有看到铝材。然后最后一种的话是这种密接的一个工艺，它的也是用铝材拼接的，但是它的那个铝条的话是藏在板的一个那个槽里面，所以表面是看不到这铝条，只能看到这样一个缝。就是看第一个密接，卡槽密接是用在那个格栅板的，只有格栅板才能使用。然后这个格栅板的话是18厚的。第二种密接的话是用这样一种叫做土字铝条，比较像一个土字。它是只能用在这个18 mm 的一个颗粒板，而且是带槽的情况才能使用的。这种的话，最后一种的话是临接的一个铝材工艺，是用这种工字形的。这种的话可以用在2个18 mm 的颗粒板，也可以用在颗粒板跟格栅板之间拼接也是可以的。像这样一个案例，格栅板跟这个颗粒板之间的连接方式的话，就是用这样一个工字形的一个铝条进行连接，其他两种的话都是不支持的。然后还有这种情况，我们设计想要把这边给它改成格栅板，是否可以？这种是可以给它改格栅板的。然后我们改的话是有2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文字备注，就把第几列改成格栅板这样，然后要留意，如果这里是那个土字形的一个连接铝条的话，要改成那个工字形的。
后要注意一个就是差价，跟客户收那个差价，就是它一个格栅板是比这个普通的颗粒板是要贵的。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把这边的背景墙做小，空出一列，然后我们再调一列那个单列的格栅板放在一起，然后备注合并的方式，这样的话就它就不用呃价格去算，就直接软件可以报到价出来。然后这种流域的话，如果拼接在一起，要备注它这两边的铝条换成一个工字形，就把它就是边边它是用那个通用收口的嘛。如果你要把它做成一整个被人家看起来是一整个的话，就是这里要备注给它换成一个工字形的一个连接铝条。然后第三 part 一个灯光系统，其实跟我们那个9mm 的是差不多的，也是被人带3米一卷，是同一种物料来的。然后它也是只能装在我们那个带灯收口，因为只有那个铝条收边才带有这个灯槽的。然后我们如何去设置呢？然后我们其实所有的那个18mm 背景墙都会也带有这个参数，就是左右上下是否带灯，大家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参数给它设置好。然后它搭配的一个变压器的话是这种18后的，是一样的，36瓦，我们之前那个是一样的。然后它会有一个就是无线控制的系统，无线控制的话，它会搭配这样一个控制器，然后再搭配这样一个触摸的蓝牙开关。然后可以看到它的原理的话，就是这个开关匹配这个控制器，然后实现一个无线的蓝牙控制。只是用个电池驱动，跟我们那个在柜体下面下的那些控制器是同一种。然后背景墙那个变压器怎么下呢？这个不用我们单独去下的，它会软件默认根据我们灯带是否生成去适配好这个控制器。再看一个尺寸参数，这部分要特别留意，特别是我们要预留尺寸的时候。首先是看一个外形，宽度，宽度，宽度的话，我们先看这样一个软件参数这里一个外形尺寸，可以看到它是3002乘26，再乘一个2601，可以看到它实际的外形尺寸比我们这个参数尺寸多出2mm，然后它的厚度也是多了，然后像这样一个高度也是多了1mm，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个通用收口，它会那个45度拼接都会配一个护角，护角的话它会有突出我们那个背景墙1mm 的一个厚度，然后左右两边就是它宽度会多了2mm。然后深度的话也是一样，它有个后垫条多了一个 EMM，然后前面还有个护角，前面这里突出了一个 EMM，所以它也会在这个深度基础上加上2mm。要高度，高度主要的话就是它底部的一个护角，这个护角突出 EMM。然后我们高度还要留意的话，就是它会有一个后垫条，后垫条它距离我们这个通用手口是留20的，然后距离我们这个护角的话是突出19。所以说，如果我们也不需要这个后垫条，把背景墙做到整高的情况要留意它这个高度，给它加高19，然后给它删掉这个垫条，才能够做到我们整个背景墙总高。然后如果遇到就是这种高度限制，它2.6米，
就是这里的一个高度限制最高2.6米，但是我们要把这个19给它，就是这个后电条这个预留的这个高度给它去掉的话，只能是通过那个文字备注的方式给它加高。对软件如果有限制的情况下，然后背景墙的一个宽度限制，呃，它最小的话是做到300，就是我们其实看这里是一个18的一个颗粒板嘛，颗粒板其实最小的是可以做到40的，但是在背景墙的这里的话会限制到300，因为我们会考虑到我们这个铝条的加工，然后我们实际现场可以看到这里工厂加工一个情况，它这个铝条切割机，然后我们师傅会把手放这里辅助这个铝条，所以这个一个车间生产操作安全，所以它的最小值会设置到300 mm，如果太小的话会有一个机器裁到师傅一个手的一个风险的，所以这会做这样的一个宽度一个限制。然后我们再干这里，这个的话是一个软件限制的一个问题，但现在是没有。然后我们做一个案例来巩固一下我们这个尺寸预留这边。然后像这样的一个嵌入式的一个背景墙，我们一个宽度、高度要怎么预留呢？首先我们看一个宽度，然后它这里内空的话是800，然后800的话，我们要注意就是这里格栅的话要给它减掉2mm，就是它如果用那个通用手口的话，它上面装那个护脚会突出1mm 左右突出就是2mm，所以要注意给它减掉2mm，给它控制到这个外形尺寸是800相同。然后高度方面，它这里内功高是1200，这里我们就要留意，一个点的话就是它放在柜体上面，放在柜体上面的话，我们就不建议是用这个绞线的，因为绞线的话它会下面会有预留一段比较大的空位，所以比较不好看的，所以要给它改成六就是那个通用手口。25就是那个下那个收口绞线，给它改成那个通用手口之后，然后我们要留意它底部还会装一个护脚，然后要减上那个 EMM，然后再到顶部。然后我们这种内线的背景墙的话，它一般也是不配这个后电条的，要留意给它把这个19mm 给它加上去。所以我们实际上的话要做成1219，1219再减上我们那个下面那个护角突出这个 EMM 就是幺二幺八，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组件给它删掉这个后电条，也可以留着现场布装也是，这样就保证我们四边都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收口，通用收口，然后加上护角的一个情况，这就是一个内嵌的一个背景墙的尺寸怎么去调节一个案例。然后测量方面的话，我们就要留意这两个方面，一个是高度，高度像这里是墙，我们要留意给它测最少是3个高度值，是3个不同一个那个位置的高度值，然后记录，然后取最小的一个高度值作为一个下单尺寸，同时要留意它3个值的一个最高最低的偏差不能大于10mm，就是我们最高就是可以调到10mm那个后电条。
如果超过的话，它就会有缝隙。这种情况的话，要特别留意跟客户进行沟通。像这个案例，然后 H1是2590，H2是2595，H3是2598，所以我们就要用到这个2590作为一个下单的尺寸，去作为一个设计基础了。然后宽度的话也是一样，测量3个值，取最小值，然后要保证它的一个误差在5mm的以内。然后如果是两边靠墙的话，就要在它的一个最小值的一个宽，要预留5mm的一个预留值。然后如果是开放式或者是半开放的这种情况的话，就直接用到最小的一个宽度值，就作为一个我们背景墙的宽度就可以了。这里的话是不建议用最大值去做的，因为它这里拆的是45度拼接，是现场是不好处理的。然后是一些常问的咨询点，第一个的话是能否贴脚，是这个是不能，然后能能否就做小于300，这也是不行的来说的。如何判断做灯有灯，这个是看我们那个铝条的一个名称，还有就是我们一个参数也可以看到底电条这个调节作用，电位干是怎么处理，看一下电位干涉。然后电位干涉的话，我们要特别留意，第一个也是跟我们的9mm背景墙一样，是它不能够在一个铝条中间去断开的，所以我们要在设计的时候给它做好这一个电位预留。然后第二个的话是一个能否移动电位，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它也是呃要移其实也可以，但是你要保证它这一个厚度在整个背景墙的厚度一个范围内，这样就可以移动电位，不然的话它不够厚去装这个一个电位。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格栅板的位置，就是不建议做一个电位干涉，就把电位放这里的。我可以看到这个图，如果是格栅板装这个电位的话，会比较难看，因为它这格栅板是18厚的，不像我们那个9mm，所以我们装了这个电位，后面会看到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缝，会比较难看的。所以说也不建议这个电位放在那个格栅板那里。所以说电位一定要注意避开铝条。第二个的话是不能够跟这个格栅板进行干涉。然后第二个产品，然后我们进到第二个产品，这个产品是圆弧一个背景墙。圆弧背景墙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圆弧的一个转角加上我们一个18的背景墙，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然后要特别留意的话是，如果它跟用圆弧变墙它搭配的话，它上下都会是没有收口铝条的，上下都是没有收口铝条的，要留意，因为铝条没有这种圆弧状的，所以用圆弧变墙的话，它上下是没有收边铝条。然后左右的话是跟那个18收口铝条都是用的同样一种。收口铝条跟18是一样的，一个通用收口、带灯收口、仰角收口。然后圆弧背景墙主要是两种情况吧，一个就是这种内转角，这种是外转角，外转角叫仰角，内转角叫做阴角。内转角的话是2:150，然后再加上这个18的墙板或者说叫隔墙板，然后再加这里的一个2:50的一个仰角的一个圆弧板。我们先看这个阴角的，就我们的内转角，它的一个
圆弧的一个半径是150，然后宽深是250，然后它是一个多层板来的，这个圆弧板，它两边会带有这样一个槽，但是它带了槽，但是不能用那个土字形的那个连接铝条，这个原因等一下说。然后，如果你呃超出高度，想要将两个圆弧板给它上下一起拼叠在一起是不建议做的。可以看到它那个圆弧，它是很大几率是对不上，有个缝隙的，这跟我们那个圆弧柱是一样的。然后颜色的话是目前是开放5种，最高的话是做到2720。这种外转角的圆弧是 R50的一个圆弧，然后它的一个宽深是68，两边也是带槽的。然后它跟左右的变形连接只能是用这个工字形的一个铝条，然后这个土字形的也是不能用的。因为虽然它是带了槽，但是那个土字形铝条都是不能用，因为这个那个圆弧板加工工艺它会存在一定误差，所以如果用土字形的话是比较难去给它对上那个槽的，所以在现在是不开放这个用那种密接的土字形铝条。然后我们再看我们如何去算我们的尺寸在软件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软件里面是不开放上面这个总宽去修改的，总宽、总深都是不开放的，只开放这个高度。然后如何去调节我们这个宽深呢？是通过我们下面这些参数去控制的。一个是通过我们一个列的一个数量，就是需要我们圆弧的左边、右边有多少列，然后再控制我们单列的一个宽度。通过这样的一个列数加列宽去控制我们的一个总宽，然后总深也是同理。可以看一下这一款，这款是不带灯的一个案例，可以看到我们外侧这个一个深度总深 d 就等于我们的列数再乘以列的一个宽度，再接上这个圆弧的一个厚度，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总深。然后总宽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列的数量再乘以我们的列宽，再加上我们圆弧这一段固定的值，就是我们的宽度。高度就是实际的一个高度。我们看。然后它的一个宽高都是一个固定值。我们它的板是250嘛，然后这5mm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铝条的一个厚度。那实际我们就是左右深度、高度都要去给它减上这个255。然后这是带灯款，带灯款要留意一下，它就是带灯这边它的一个厚度会不太一样，另外一边也是一样，这些值都是固定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然后这样是一个内角的一个情况，然后像这种外角，外角它也是用这种68×68的一个 R50的一个外的圆弧角。然后要留意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的宽度就是我们的列宽，再加上我们这里71也是一个固定值。然后深度的话，就是我们的列深，再加上这里一个也是71。71其实还要减去我们这个变墙的厚度，其实就是47，这是我们墙体的一个尺寸。我们要算我们的背景墙的话，要留意加上它一个背景墙的厚度。
这种像这种外圆角加内圆角，然后这边又带灯的这种算法的话，大家也可以按这个图去进行算一算。就它圆弧的一个宽深都是固定的，所以我们要算那个墙的话，还有我们中间这个18变形墙的一个宽度的话，是通过这种加减去给它算的。然后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它的高度只限制到那个2720，因为圆弧板跟我们的一个18板的一个高度最高是2720，然后格栅板是做到3米最高嘛，然后如果搭配使用的话，也是最高只能限制到2720。然后如果板件这个不带槽的话，就最小可以做到40，然后如果带了槽的话，就是最小要78，然后带不带槽的话，最宽也是做到800。然后这里要留意一下，如果它这里软件有时候显示错的话，也可以通过备注去改，像这里就是写错了，做的最大是800，不是600。然后第三个产品就是一个隐形门，隐形门也是作为这个门江系统2.0的一个比较一个产品吧。我们先看这个隐形门的一个元素。隐形门的话就是我们红框这里面这一部分，这叫做隐形门，无框隐形门。然后两边拼接的话，就是我们18的墙板，就是我们那个18的那个背景墙。然后那个隐形门的组成元素的话，就是隐形门本体，然后再加这个门的右墙板、左墙板，再加上这个门头板。那它的背部的话是有一个门套的。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门这里的话，它会有一个门的本体、门扇，这个门扇，然后有一个门锁，还有这个荷叶。那它门的话，门扇的话，它是由中间这个铝蜂窝的一个门芯，然后加一个龙骨，然后前后的话是9mm的一个颗粒板，然后四边的话一个铝边框，在外面的话就是一个门套。然后它可以做的颜色的话，目前是这5种。然后这个门扇的宽度也可以看看一下，作为一个参考。就是它的一个宽度，室内室内宽就是门洞的一个宽度减去97，然后室外的一个宽度就是门洞减去116，然后高度的话是门洞的高减去43，然后就是作为一个参考值啊。它是有单面锁跟双面锁2种产品。然后双面锁的话，它是两边都有这个门的把手；单面锁的话，它是前面没有那个锁，也没有把手，只是在室内部分有这样一个单面的锁。双面锁的话，它是由一个锁眼加这样一框的一个外面这个装饰框，装饰框是黑色，固定是黑色，然后再贴表面的一个装饰板，装饰板的话是跟我们这个门是同样的一个颜色的。然后这个是个单面锁，单面锁前面是没有锁眼的，这个图是放错的，就是这样。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这样一个锁，然后单面锁的话，它必须配那个自闭合页，就是它会自动关门的一个合页，否则的话就是我们人也要关门，然后外面的话是关不了的。然后锁的一个高度，锁的高度我们留意一下，就是
那门大于2米的话，门高度大于2米，它一个锁的高度固定是离地1米。然后门的高度小于2米的话，锁的位置是默认就是在呃门的一个中间，然后它的高度是不能改的。然后荷叶是两种，一种是隐藏荷叶，然后第一种是自闭的一个荷叶，就是自动关闭。然后这种的话，单面锁是必须使用这种的，然后双面锁的话可以选择。然后它一个开合方向的话是可以分左开右开，都是往内开的，不能往外开，室内的方向感。然后门套，我们看一下门套。门套的话是有两边的铝材，然后加上中间的一个连接板，就是跟我们一个门是同颜色的。然后如果有门头的情况的话，它会接上这顶部的一个门框。然后如果是没有门头，它就是直接一根到顶。然后门套这里要留意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如果是室内跟室外两边的一个层高，就是天花高度不一样的情况下的话，是不建议做隐形门的，因为它的门套是没办法做的很一致美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就是它背部如果做到顶的话是这样，一根到顶，它只能做到无门套的。如果有门套的话，它装到后面是装不了的。然后这里的话就露出一截。然后我们再看左右两边墙板的一个连接方式，然后它们是有这种专用的铝材进行连接的，就是我们的隐形门本体跟左右墙板连接的一个铝条是特殊的一种。然后它左右墙板跟旁边的一个18背景墙连接的话，是用那个工字形或者土字形的一个铝条去进行收边。然后与顶18背景板的话，就只能用土字形。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个左右墙板的一个尺寸限制，它最小是可以做到178毫米的一个宽度，最大的话是做到520。然后我们要留意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尺寸限制的一个尺寸不等于我们板件尺寸，因为它还有一个收本铝条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备注给它修改的话，一定要写好这一个尺寸。目前的话是，呃，软件限制在178，但是实际可以做到更小，做到60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备注的时候，就是不要备注说哪里做成60，就直接说，这个低值低多少改成60，这样才保证我们信息传达没有歧义。然后门头板就上面这里，如果是那种没有门到顶的话，是有个门头板。门头板跟下面我们这个隐形门连接也是用那种特殊的铝材去连接的，然后它的连接方式都是固定不能改的，不能换铝条。然后它的一个材料的话也是跟我们这个门是一样的，不能够做我们就是那个18背景墙那个材料。我们这门开放多种，然后这三个墙板就是做那几种的一个材料，然后最后是一个尺寸的一个说明吧。然后门洞限制尺寸我们分开两种，一个是带门头，一个是不带门头。然后我们在软件里面是分了两种呃产品的，它
主要是通过那个高度来区分。诶诶，一种的话是一个门洞700到1000，另一种是不是，是第一种，第一种是一个飞镖的，宽度700到1000这个毫米内可以做，然后高度的话是1.9米到2.7米，然后深度的话是95到350。要标准款的话，主要是它宽度缩窄了，然后700到900，然后高度的话是只能够做到2.1米。它两款的话，它一个价格是不一样，这要特别留意。最后是我们一个量尺的一个规范，然后宽度的话，我们要也是通过多点测量，最少要测3个点，然后取到一个最小值作为一个门洞的一个宽度。深度方向也是同样的，取3个点测量，然后取它的最大值作为一个门洞的一个深度。高度也是一样，最少测量3个点，用最小值作为门洞的一个高度设计基准。如果尺寸3个点之间的偏差值大于5mm的话，这个要特别留意去跟客户沟通。我们这个要求的话是它的一个3点之间的一个值差的话要小于5mm，才推荐做这种。如果是现场装好门这种情况的话，是需要客户拆了那个门再进行测量的。然后隐形门的话就这么多，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些产品在系统里面是在哪里调用的。然后我们进到一个户型，然后我们点到这个定制这里，这里我们点到我们的一面墙，这里会看到有个背景墙，然后我们选这个美加背景墙，这里就进入我们背景墙设计的一个页面，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目录，然后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美加背景墙9mm 的话是在这里，这一个目录，然后这里面都是了，我们通过这样的条件去筛选出来。然后像我们门墙系统那个18背景墙的话，是在这两个目录，23门墙系统跟这个23美加背景墙。那这里的话就是一个18mm 的一个背景墙了。然后，这里二级目录我们可以选这个圆弧背景墙，还有我们这个单体背景墙，还有一个隐形门背景墙。在这里，大家可以在软件上面去探索一下。然后门墙，背景墙跟我们那个墙面系统2.0一个产品分享的话，大概就这么多，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啥疑问要问。
然后那个课件我也分享到了这个聊天会议这里，大家可以课后看一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那个微信群或 WhatsApp 群上面去提问。然后最后的话，就请大家帮忙做一个客户调查了，然后也可以提那些需求，然后我们作为下次培训的一些重点课程编排的，就是大家可以发表一些那个意见。大家可以扫码进行帮忙，做一下那个问卷，也是匿名的。你的意见的话，就作为呃我们课程一个优化的一个那个基础，下这个课程编排的一些参考。大家可以保存这个图，然后课后去帮忙填写一下问卷。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里面写出来。如果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一个课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参加。